尤尔看着床上的小女孩，觉得她弱小的像个瓷娃娃，生怕吹口气她就直接消失了。赤素谷迷迷糊糊睁开眼，发现自己躺在陌生的地方，周围全是没见过的人，这下彻底懵了。白世恩语气温柔，说出的话却让人后脊发凉。这里是白虎族，而他就是那个把他抢回来的人。赤素谷这才想起，梦居然是真的。赤素谷终于想起来了，就在昨晚，他被这个男人强行带走。这里是太华王国，一个半兽人聚居的世界，弱肉强食就是这里的生存法则。整个王国由皇室统治，背后还有4大神兽家族坐镇：东青龙、西白虎、南朱雀、北玄武。这4大家族继承了神兽血脉，各自统治着一方领土。画面一转，我们来到了南方的朱雀族，这里的气氛显然和别处不太一样。谁能想到，平日里高冷的洁雅韵大人，竟然亲自抱着个小女孩回来了？下人们都在私下议论，说大人对这孩子宝贝得很，哪怕走个路都一步舍不得放下。作为朱雀族最受宠的小女儿，赤素谷从小就背负着家族的期望。在她的记忆里，父亲总是那个最坚实的依靠，身边的人都在为她打气，让她别紧张，因为属于她的觉醒时刻马上就要到了。赤素谷握紧拳头，在心里默默祈祷，他渴望像父亲那样长出华丽的红色羽毛，成为一只真正了不起的朱雀。这一刻他已经等了太久。6岁那年，赤素谷迎来了人生第一次变身，可谁都没想到，他竟然变成了一只白色的小胖鸟。这下全族人都炸锅了，堂堂朱雀一脉，羽毛不应该是火红色的吗？怎么会出了个纯白的异类？其实关于他的出生，一直有个被尘封的传闻，那是7年前的一个雨夜，赤素谷降生在朱雀族。就在他发出第一声啼哭时，母亲却永远的离开了。当时唯一的目击者只有负责接生的产婆。产婆看着襁褓里的赤素谷，整个人都傻了，这孩子的头发竟然是纯白色的。要知道，朱雀族的父母可都没这基因。一时间，各种难听的流言蜚语全冒出来了。有人怀疑夫人不忠，甚至有人觉得孩子被调包了。就在这时，洁雅韵彻底爆发了，她抱着孩子大声呵斥：谁敢再质疑夫人的清白，就要付出代价。在神兽的世界里，血脉就是一切力量的源头，尤其是像朱雀和玄武这样的嫡系，血统一旦出问题，那可是要变天的。在神兽家族有个残酷的规矩，为了保证主系血脉绝对纯正，2族联姻时必须封印其中一方的血脉力量。洁雅韵当时并没把这当回事，她觉得赤素谷那一头白发顶多是随了哪位长辈，根本算不上什么大问题。她甚至满心期待地认为，只要等到女儿第一次变身，那火红的羽毛就能堵住所有人的嘴。可现实却开了个巨大的玩笑，变身后的赤素谷既没有威武的姿态，也没有火红的羽毛。看着眼前这只雪白的小圆球，洁雅韵彻底沉默了。这下该怎么跟族人交代？赤素谷还没搞清楚状况，洁雅韵那冰冷的声音就传了过来。她竟然下令要挖出这孩子的灵核，还要把他永远关进冷宫。这哪里是父亲对女儿的态度，简直是要把她往死里逼。周围的族人吓得大气都不敢喘，生怕被这晦气沾上。洁雅韵死盯着众人，谁要是敢把今天的事传出去，下场只有一个死字。可怜的赤素谷，他怎么也想不到，仅仅因为羽毛的颜色，自己就从掌上明珠变成了家族耻辱。看着身上掉落的白羽毛，赤素谷彻底懵了。为什么大家都是火红色的，偏偏只有自己白得像个异类？他开始不停地问自己，是不是变身的时候搞砸了，所以父亲才会用那种眼神看他，那种恨不得让他消失的眼神。就在这时，他看到了哥哥华柳，这成了他溺水前最后一根稻草。他拼命地叫着哥哥的名字，觉得华柳一定有办法能把这身该死的白羽毛变回去。可他不知道，有些事情从出生那一刻起就已经注定无法回头了。华柳竟然真的动手了，他一把夺走了赤素谷体内的灵核，那是他作为神兽最后的尊严。随着灵核被强行剥离，赤素谷再也维持不住形态，虚弱的瘫倒在地上。他怎么也想不通，曾经疼爱自己的哥哥为什么会变得这么陌生。他卑微地拉住华柳的衣角，求他再给自己一次机会。他觉得只要再试一次，一定能变出红色的羽毛。可华柳只是冷冷地甩开他，眼神里全是恶恶。在他眼里，这个长着白头发的妹妹就是一个彻头彻尾的骗子。他认定赤素谷耍了所有人，这一声哥哥听得他只觉得恶心。华柳的话比冰还要冷，他警告赤素谷别再出现在他面前，否则他会亲手撕掉那对白色的翅膀。还没等赤素谷回过神，他就被像垃圾一样直接扔进了阴冷荒凉的冷宫。大门关上的那一刻，他彻底失去了所有的依靠。看着手心里那片白羽毛，赤素谷觉得这一切都是他的错。如果不是这身该死的颜色，如果自己能像哥哥们一样成功变身，是不是大家就都会重新喜欢他了？赤素谷还在幻想着，只要能变回大家喜欢的样子，父亲和哥哥们就一定会重新对他微笑。可现实是，他虚弱地倒在地上，甚至连呼吸都带着血腥味，身体已经快要到达极限了。他心里很清楚，被哥哥夺走的那个灵核是他最后的希望，没有他，他根本无法使出神兽的力量。虽然年纪还小，但他比谁都明白现在的处境。为了赢回那些早已破碎的亲情，他唯一能做的就是把那个东西抢回来。为了能成功变身，赤素谷一次又一次强行透支身体，哪怕把自己折磨得遍体鳞伤，他也没有停下来过。可就在他虚弱地躺在床上时，窗外传来的议论声却像刀子一样扎进他的心里。那些宫女在背后指指点点，说她的白羽毛就是私生女的证据。他们说她是整个家族的耻辱，甚至觉得她活在宫里都碍眼。这些话，赤素谷在屋里听得一清二楚。
他终于明白了，原来自己无论怎么努力都不可能得到父亲的爱，因为从一开始他就不是这个家里的人。就这样，日子在绝望中一天天过去，转眼间已经是3年后了。曾经金枝玉叶的赤素谷，现在却蹲在河边搓洗着1个月都没换过的旧衣服。冷宫的生活已经把她磨得像个小女佣。这个叫丽丽的小女孩拿着一根羽毛找上门来，说自己9岁就完成了觉醒，这里有她失散多年的亲人。洁雅韵看着手里的羽毛，语气冷淡地问：“既然这东西是你的，那你为什么不当场变个身，反而要拿着根毛来当证明？”丽丽一下子被问住了，支支吾吾说不出话来。洁雅韵根本不信这套说辞，直接当众质问：“凭什么相信你编的故事？”丽丽也是被逼急了，大喊一声要当场变身，紧接着一阵白烟炸开，把所有人都给淹没了。等烟雾散去，洁雅韵整个人都愣住了，周围的族人也全看傻了眼。这结果显然超出了所有人的预料，丽丽竟然真的变身成功，确定就是朱雀家族的嫡系血统。可还没等大家回过神来，她就因为体力不支变了回来，整个人直接瘫倒在地上。洁雅韵赶紧冲过去抱住她，焦急地问：“你没事吧？看来这觉醒的力量太强，小小的身体根本吃不消。”丽丽虚弱地靠在洁雅韵怀里，说出了那个让人心疼的秘密：原来她的灵核天生就弱，强行变身，心脏根本负荷不了。她说小时候生过一场重病，因为没钱医治，才落下了这一身的病根，甚至还自责的道歉，觉得自己是个没用的孩子。洁雅韵听的心都要碎了，一把将她紧紧搂进怀里，大声说：“这不是她的错，而是自己没能早点认出她。”一转眼7天过去了，朱雀府邸里到处喜气洋洋，丽丽换上了华丽的衣裳，正围在洁雅韵和华柳身边，甜甜的喊着父亲和哥哥。洁雅韵笑得合不拢嘴，只说谢谢丽丽愿意认她。华柳也在一旁宠溺的看着，这一家人看起来简直幸福到了极点。可就在这时，赤素谷提着沉重的木桶路过，他停下脚步，远远的看着这温馨的一幕。原来那个被大家捧在手心里的，才是真正回来的大小姐。看着洁雅韵和丽丽亲昵的样子，赤素谷心里酸溜溜的。明明那是他的父亲和哥哥，现在却成了别人的依靠。他抱着沉重的木桶想悄悄离开，却还是被丽丽一行人撞个正着。丽丽一脸嫌弃的问：“这又是哪来的野孩子？”华柳冷冰冰的回了一句：“不过是个干杂活的下人，根本不值得您费心。”丽丽更是夸张的捂住鼻子，当众嘲笑赤素谷身上有股臭味，说他邋里邋遢的，肯定从来不洗澡。曾经最疼爱自己的家人，此时就站在对面，确认由别人这样践踏他的尊严。这一刻，赤素谷的心彻底凉透了。华柳正打算带丽丽离开，让她别理会那个干杂活的丫头，可谁也没想到，丽丽竟然突然停下了脚步。她猛地转过身，指着远处的赤素谷大喊：“哥哥，我要那个孩子，让他来当我的贴身丫鬟。”华柳显然有些犹豫，说那孩子年纪太小，怕是干不好活，想给丽丽换个更利索的。可丽丽却不依不饶，大声嚷嚷着就喜欢这一个，还说只要带回去好好洗洗，身上的臭味肯定能消失。这一番话简直是把赤素谷的尊严踩在脚底下。华柳看着任性的妹妹，一时间竟然不知道该说什么好。洁雅韵最终还是松了口，她温柔地摸着丽丽的头，说只要是她想要的，自己什么都会答应。丽丽高兴得手舞足蹈，大喊着父亲果然是世界上最好的人。华柳急忙上前想要阻止，可话还没说完，就被洁雅韵一个冰冷的眼神给堵了回去。洁雅韵示意他闭嘴，冷冷地丢下一句：“只要是丽丽想要的，这就足够了。”就这样，赤素谷像个战利品一样被丽丽拽着走向了深渊，而他真正的家人此刻正亲手把他推向火坑。洁雅韵看着丽丽那副兴奋的样子，忍不住开口问她：“难道真的有这么开心吗？”丽丽用力地点了点头，说自己简直太喜欢现在的生活了。她拉着赤素谷的手，开始讲起自己以前流落街头的日子。她说那时候一个朋友都没有，所有人都讨厌她，骂她是没爹没娘的小乞丐，那种日子她再也不想回去了。听到这些话，洁雅韵原本想说的话全卡在了嗓子眼。她看着眼前的赤素谷，最后只是低声回了一句：“我明白了。”谁能想到丽丽这番真假难辨的卖惨，竟然真的让赤素谷动了恻隐之心，而赤素谷的命运也就这样被彻底定死了。洁雅韵突然开口，让丽丽先跟着哥哥出去一下，她显然是有话想单独对赤素谷说。丽丽虽然有些纳闷，但还是乖乖听话离开了房间。随着房门被重重关上，屋里的气氛瞬间降到了冰点。洁雅韵转过身，冷冷地看着眼前的赤素谷，语气里没有一丝温度，只说了一句：“好久不见。”他甚至连客套都省了，直截了当地告诉赤素谷：“既然你清楚自己的身份，那我也就不想再废话了。”他说外面现在传得沸沸扬扬，当年赤素谷的母亲作为稳婆，竟然在出生时偷偷把他和丽丽调换了。如果这事是真的，那赤素谷的母亲就是罪魁祸首，害得丽丽从小流落街头，受尽了苦难。而赤素谷这个女仆的女儿，却心安理得地顶替了身份，抢走了原本属于丽丽的一切，享受了这么多年的荣华富贵。洁雅韵越说越激动，她盯着赤素谷，一字一句的警告：既然亲生女儿已经回来了，只要是丽丽想要的，她会不惜一切代价去满足，哪怕要跟全世界作对，她也绝不会收手。在洁雅韵心里，丽丽现在才是她唯一的女儿，而赤素谷已经彻底变成了一个透明人，什么都不是了。洁雅韵冷冷地警告赤素谷，绝对不能让丽丽发现真相，更不能让她知道赤素谷的真实身份。如果丽丽因为赤素谷受了一丁点伤，她这辈子都绝对不会原谅。赤素谷低着头，沉默了很久，才挤出一句：“是的，
大人。转眼间1个月过去了，真正的千金大小姐已经归位，而赤素谷的9岁生日也在这凄凉的气氛中悄悄到了。屋里堆满了各种名贵的礼物，侍女们正忙着给丽丽梳妆打扮，嘴里还不停地议论着，说那位皇室唯一的继承人武皇子今天要亲自登门来商量婚事。大家都在转，丽丽马上就要成为金龙的新娘了，这可是多少人梦寐以求的地位。丽丽听了却只是微微一笑，轻声说：“这种好事对自己来说太遥不可及。”侍女们赶紧一边夸一边反驳，说：“小姐，这头红中带金的长发就是朱雀家族最纯正的直系血脉，除了她，谁还有资格配得上武皇子？”丽丽对着镜子欣赏着自己那头红发，她自言自语说：“这种高贵的血统证明谁也模仿不了。”接着她故意转过头问正在旁边干活的赤素谷：“你觉得呢？”此时的赤素谷怀里抱着一大堆沉重的包裹，像个卑微的下人一样站在角落里，连头都不敢抬。面对这种赤裸裸的炫耀，赤素谷只能支支吾吾地回答说：“丽丽真的很漂亮。”传闻中的那位贵客已经正式登门了，洁雅韵亲自带人到门口迎接，礼数做得非常周全。她恭敬地打着招呼，感谢武皇子殿下远道而来。洁依灵微笑着回应说：“好久不见了。”还亲切地询问洁雅韵近况如何，举手投足间都透着一种皇室特有的贵气。丽丽终于等到了表现的机会，她优雅地走上前行礼，主动向武皇子介绍自己。洁雅韵也带着族人正式欢迎殿下来到朱雀领地。此时的赤素谷只能卑微地躲在人群后面，偷偷打量着这位传闻中的大人物。这就是那位武皇子吗？当他看清洁依灵的长相时，整个人都愣住了。他从来没见过这么好看的人，简直就像画里走出来的一样。赤素谷目不转睛地盯着对方，完全忘记了周围的一切。他还没意识到，这位皇子的出现将会彻底改变他接下来的命运。就在武皇子洁依灵准备上轿时，赤素谷突然感觉到对方的目光似乎停在了自己身上，他心里咯噔一下，难道殿下是在看我吗？赤素谷赶紧低下头行礼，生怕自己失了礼数。可这一幕落在旁边的仆人眼里，简直比吃了苍蝇还难受。仆人冷哼一声，觉得赤素谷这就是在故意表现，想方设法的去讨好皇子，好给自己找个靠山。在他看来，赤素谷抢走了小姐的地位还不够，现在竟然还敢盯上皇子。赤素谷怎么也没想到，这群下人竟然胆大包天，直接把他反锁在了屋里。他在门内拼命哀求，可门外的声音却冷冰冰的，让他老实待到生日宴结束。他们觉得赤素谷抢了不该抢的位置，甚至还想高攀皇子。时间一点点过去，赤素谷独自被关在黑暗里，已经记不清过了几个时辰，整整1天滴水未进，肚子饿得难受。可更让他心凉的是，根本没人发现他失踪了，甚至连一个找他的人都没有。不管是以前还是现在，好像永远只有他自己孤零零的被这个世界丢下了。就在赤素谷快要绝望的时候，黑暗中突然传来了呼喊声，有人正在焦急地寻找他。紧接着，紧闭的大门被猛地推开，一道光瞬间照进了这间屋子。洁依灵出现在门口，她语气里满是担心，说自己为了找赤素谷跑遍了所有地方。谁也没想到，在所有人都选择无视的时候，竟然真的有人一直惦记着他。赤素谷整个人都愣住了，他怎么也没想到，出现在眼前的竟然是洁依灵。他结结巴巴地问：“您是怎么找到这儿的？而且为什么会知道我的名字？”洁依灵没有直接回答，而是缓缓蹲下身子，从怀里掏出了一件粉色的饰物。他轻声问赤素谷：“就算把这个还给你，你还是想不起我是谁吗？”看到这个饰品的一瞬间，赤素谷尘封的记忆被彻底唤醒了。那是3年前，他为了送别远行的哥哥，第一次踏进了那座深不可测的皇宫。就在那里的花园里，他遇到正沉浸在丧母之痛中，独自躲在角落里伤心的洁依灵。这个吊坠是赤素谷母亲留下的遗物，也是他最宝贝的东西。每当他想妈妈的时候，只要看着他就能得到安慰。可看着眼前伤心的洁依灵，年幼的赤素谷还是决定把它借出去。他希望这个宝贝也能给对方力量。洁依灵一开始不敢接受，毕竟这东西太贵重了，但赤素谷却笑着说：“这只是暂时借给你的，等你哪天不再难过了，心情好起来了，再把它还给我就行。”谁能想到，这个随口定下的约定，竟然一等就是这么多年。洁依灵终于点了点头，答应以后一定会亲手把东西还回来。赤素谷笑着伸出手指，拉着他的手说：“那咱们就拉钩说定了。”依灵哥哥。画面一转，回到了现实之中。洁依灵看着眼前还没反应过来的赤素谷，轻声说出了真相：“我今天之所以会出现在这里，就是为了来兑现当年和你定下的那个约定。”赤素谷试探着喊出了那个名字：“依灵哥哥。”洁依灵微笑着点了点头，他说自己一直担心会迟到，还好赶在这一天结束之前见到了想见的人。赤素谷整个人都愣住了，他怎么也没想到，当年那个爱哭的少年，竟然就是身份尊贵的皇子殿下。就在这时，洁依灵温柔地看着他说：“生日快乐，素谷。”这句话像是一道闪电，瞬间点醒了赤素谷，他这才猛地想起来，今天是自己的9岁生日，同样也是丽丽的生日。这一句生日快乐让赤素谷彻底没忍住，他手里死死攥着那个吊坠，这可是他最宝贝的东西。他一边擦着脸一边道歉，说自己只是太开心了，才会突然这么失控。随后恭敬地向洁依灵致谢，可洁依灵却笑了笑，他说：“别叫什么殿下了，还是像以前那样称呼我就好。”叙旧的话还没说完，洁依灵的眼神突然变得严肃起来，他盯着赤素谷问：“比起这些，你先告诉我，到底出什么事了？”洁依灵看着眼前的女孩，感叹她和记忆中那个爱笑的赤素谷简直判若两人。她轻声询问：“这些年，
你到底都经历了什么？赤素谷没有再隐瞒，把这些年受的委屈，还有自己突然变身成神兽的秘密，全都告诉了杰伊琳。杰伊琳听完后陷入了沉思，他反复确认着赤素谷第一次变身的时间，可越想越觉得不对劲。突然，杰伊琳像是发现了什么极其荒谬的事情，连连摇头说这不可能，绝对不可能。看着杰伊琳反应这么大，赤素谷也跟着紧张了起来。到底是什么样的真相，能让这位一向冷静的皇子殿下瞬间乱了方寸？杰伊琳像是突然想到了什么，他说有一件非常紧急的事，必须立刻回皇宫去确认。看着赤素谷失落的样子，杰伊琳赶紧拉住他的手，安慰道：“别难过，我保证很快就会回来。”不仅如此，杰伊琳还许下了一个重磅承诺，他说等下次再见面，只要赤素谷愿意，他就要把赤素谷直接带进皇宫。这对于一直受欺负的赤素谷来说，简直就是救命的稻草。可谁也没注意到，就在不远处的窗户后面，莉莉正死死地盯着这一切。莉莉现在整个人都要气炸了，她怎么也想不通，赤素谷到底使了什么狐媚手段，竟然能让皇子殿下亲自开口要把他带进皇宫。这种恨意其实早就扎了根。莉莉回想起第一次见到赤素谷的时候，那种恶感就是本能的。她讨厌赤素谷那副弱不禁风的样子，更讨厌他那张漂亮的脸蛋，哪怕只是看着都觉得心里堵得慌。在莉莉眼里，赤素谷这种人就该一辈子待在泥潭里，凭什么能飞上枝头变凤凰？看着赤素谷即将脱离苦海，莉莉的眼神变得越来越可怕。她绝对不会让赤素谷这么轻易的如愿以偿。莉莉心里的这团火已经烧得越来越旺了，她不仅恨赤素谷，更恨父亲和哥哥，竟然都在偷偷关注那个野丫头。为了让赤素谷认清自己的身份，莉莉故意把他当成玩物一样戏弄，甚至让他跪在地上像奴隶一样伺候自己。莉莉本以为只要这样一直践踏赤素谷，就能把他永远踩在脚底下，可谁能想到半路杀出个皇子殿下，竟然要把这个玩物带走。莉莉看着杰伊琳对赤素谷温柔的样子，心里的嫉妒彻底扭曲了。她知道绝对不能坐以待毙，必须在皇子下次回来接人之前，彻底把赤素谷赶出去。莉莉果然还是动手了，她一把抢过赤素谷手里的饰品，当众指责他是偷东西的小贼。赤素谷急得眼泪都要掉下来了，拼命解释自己没有偷，可面对莉莉的质问，他根本不敢说出这是皇子送的礼物。莉莉冷笑着揭穿了他的底牌，就算你说是皇子给的，这府里又有谁会相信你呢？就在赤素谷百口莫辩的时候，旁边围观的仆人突然惊叫出声，说这件饰品看着眼熟，竟然像是莉莉生母留下的遗物。莉莉听到这话，眼神瞬间变得更加冰冷，她认定赤素谷不仅偷了东西，还胆大包天地动了她母亲的一念。莉莉的质问一声比一声高，她死死盯着赤素谷，非要他说清楚为什么母亲的遗物会在他手里。赤素谷现在是百口莫辩，他越是支支吾吾说不出话，周围人的眼光就越冰冷。赤素谷甚至觉得不管是不是自己做的，现在只能先跪下道歉求饶了。旁边的仆人们也没闲着，一个个都在落井下石，说赤素谷不仅抢了莉莉小姐的地位，竟然还手脚不干净。莉莉猛地指向赤素谷，当众定下了他的罪名。原来那个偷东西的贼真的是你！这下赤素谷就算有10张嘴，也彻底洗不清了。莉莉这出戏演得真够绝的，她咬牙切齿的骂完最后一句，竟然直接当众晕了过去。很快整个府里都传开了，说莉莉小姐是因为受了太大的刺激，被赤素谷这个冒牌货气的卧床不起。这下所有的矛头全都指向了无辜的赤素谷。赤素谷这个傻姑娘竟然真的把责任全揽在了自己头上，她觉得是自己害得莉莉生了重病。为了弥补这份所谓的过错，赤素谷决定亲自去给莉莉道歉。赤素谷本来是想来道歉的，结果刚走到门口，就听到了这辈子最让她心寒的话。谁能想到莉莉竟然用自己的命做筹码，逼着华柳除掉赤素谷。门外的赤素谷彻底僵住了，他怎么也没想到那个一直照顾自己的人竟然会说出这种话。华柳最后还是妥协了，只要能让莉莉别再哭，他决定让赤素谷彻底消失。这一刻，赤素谷最后的一点希望也跟着一起碎了。赤素谷还是来见华柳了，虽然心里怕得要命，但该来的总躲不掉。他已经做好了最坏的打算，觉得对方肯定要开口赶他走，毕竟莉莉之前闹得那么凶。可谁能想到华柳开口的第一句话竟然是在道歉。他说后悔这段时间冷落了赤素谷，甚至还让赤素谷像以前那样继续叫他哥哥。华柳突然提议要带赤素谷去参加夏日祭的最后一天，赤素谷整个人都愣住了。这种好事他以前想都不敢想。更让他意外的是，华柳竟然还记得当年的约定，那是赤素谷小时候他亲口许下的承诺。华柳笑着承认了，说自己确实没忘，而且这次不仅要带他去玩，还要把最重要的灵盒也还给他。赤素谷小心翼翼地接过灵盒，轻声说了句谢谢。这一刻他心里五味杂陈。要知道华柳以前最讨厌他受话的样子，可现在竟然主动把灵盒还了回来，这说明哥哥终于不再介意他的身份了。画面一转，他们已经来到了庆典现场，到处都是红灯笼和热闹的人群。庆典的大街上到处都是人，热闹的不得了。华柳带着赤素谷在人群里穿梭，还特意买了一串他最爱吃的水果。赤素谷看着递到面前的零食，一时间竟然没反应过来。华柳还以为他是不想吃，正打算收回去，赤素谷赶紧摆手说不是，道完谢就立马接了过来。这种被人在乎的感觉对他来说真的太难得了。他大口吃着手里的水果串，甜滋滋的味道在嘴里散开。这一刻，所有的烦恼好像都消失了。华柳带着赤素
古来到一个首饰摊位前，他指着一串红宝石手链，说是要买给自己的妹妹。摊主看着旁边的赤素谷，笑着夸这小姑娘真有福气，能有这么疼她的哥哥。华柳听完只是顿了一下，并没有开口否认这个误会。接着他又要了一串粉色的珠子，直接递到了赤素谷手里，说这一串是专门送给他的。赤素谷接过手链，轻声喊了一句少爷，这一声称呼让原本温馨的气氛瞬间多了一丝说不清的复杂感。赤素谷正开心地说着，自己一直都想来参加夏日祭，没想到华柳真的还记得当初许下的那个约定。可就在这时，华柳突然停下了脚步，语气听起来有些奇怪。他说自己有点急事要处理，让赤素谷乖乖待在桥上别乱跑。看着华柳离开的背影，赤素谷正打算点头答应，可一股强烈的眩晕感突然毫无征兆的袭来，他整个人都站不稳了，心里咯噔一下，这感觉绝对不正常，难道刚才吃的东西有问题？赤素谷倒在地上，意识已经开始模糊了。他听见华柳在焦急地喊他的名字，可紧接着一个冰冷的声音彻底击碎了他的幻想。那个蒙面人面无表情地说：“赤素谷已经死了，死掉，这到底是什么意思？”就在这时，华柳那张温柔的脸再次出现在他面前，还是那副关心的模样，叮嘱他一定要在原地乖乖等着。看着这张熟悉的笑脸，赤素谷却感到一阵彻骨的寒意。他终于在这一刻彻底清醒，什么保护，什么约定，全都是骗人的鬼话。就在这一瞬间，赤素谷突然什么都明白了，没有所谓的急事，也没有什么待会儿见，这就是他被彻底抛弃的时刻。他没有哭闹，只是像往常一样乖巧，轻声答应了华柳的要求，说自己会在这里一直等下去。夜色越来越深，庆典的灯火照亮了整条河岸，可这热闹的一切都已经和赤素谷没关系了。他被独自留在了这个冰冷的陷阱里。他低头看着手上的珠串，心里想的却是哥哥华柳。哥哥现在肯定还不知道，他最疼爱的妹妹已经再也回不去了。赤素谷蜷缩在冰冷的角落里，身体因为过敏正难受的厉害。他知道丽丽最喜欢吃桃子，可没人关心他吃了桃子会没命，他只能咬着牙硬挺过去。现在的他不仅身体虚弱到了极点，更是落到了无家可归的境地。就在他最绝望的时候，脑子里突然蹦出一个声音：快跑！一道寒光擦着脸颊飞过，重重地定在了地板上。赤素谷整个人都吓傻了，还没等他反应过来，沉重的脚步声已经到了跟前。看着那只停在面前的靴子，赤素谷彻底僵在了原地。对方显然是奔着要他的命来的。看着眼前这个蒙面人，赤素谷整个人都掉进了冰窟窿里。这身装束，还有这冰冷的眼神，跟他刚才在幻象里见到的杀手一模一样。他自言自语地确认着，赤素谷已经死了。赤素谷这时候才反应过来，原来刚才看到的那些画面根本就不是什么幻觉，而是真真切切马上就要发生的未来。可赤素谷心里很清楚，哥哥就是想要了他的命。就在赤素谷愣在原地的时候，脑子里突然炸开了一个声音，那个声音疯狂地朝他大喊，让他别在那儿傻站着，赶紧逃命。赤素谷整个人都懵了，这个声音到底是谁的？为什么会一直在他脑海里回荡？虽然搞不清楚状况，但他能感觉到，如果再不跑，就真的来不及了。现在想什么都多余。赤素谷心里只有一个念头，那就是跑，离那个鬼地方越远越好。只要慢一步，可能就再也见不到明天的太阳了。寂静的街道上只剩下他拼命奔跑的声音，他根本不敢回头，只能由着本能往前冲，哪怕肺部像火烧一样难受，他也不敢有半点耽搁。怕什么来什么。赤素谷在拼命逃跑的时候，脚下突然被绊了一下，整个人重重的摔在地上，连手上的珠串都散落了一地。还没等他爬起来，那个噩梦般的声音就在头顶响了起来。蒙面人冷笑着说：“总算抓到你这只小老鼠了。”赤素谷僵在原地，看着那个高大的黑影，已经提着剑走到了跟前。对方眼里没有半点怜悯，只有猫捉老鼠般的戏谑。蒙面人缓缓举起长剑，剑锋在月光下透着寒气。这一剑要是落下来，赤素谷就真的没命了。就在赤素谷以为自己死定了的时候，一道寒光闪过，直接挡住了致命的一击。他愣愣地看着眼前的背影，第一反应竟然是父亲来了。可紧接着他就发现了不对劲。就在长剑落下的那一刻，一个高大的背影挡在了赤素谷面前，他衣服上的白虎图案仿佛在这一瞬间活了过来，伴随着一声震耳欲聋的咆哮，巨大的白虎幻象直接扑向前方。男人缓缓转过头，那一头银色长发在月光下格外扎眼。作为白虎族的首领，白世恩这次奉命南下，其实身上背负着不小的压力。杰依林低声开口：“师傅，今天我有件事一定要请教您。”白世恩回应道：“你说吧，我听你的安排。”杰依林突然下达了一个让人摸不着头脑的命令，他要白世恩去朱雀的领地，把那里最珍贵的宝贝偷出来。白世恩整个人都愣住了，他完全没明白这种身份的人为什么要让他去当个小偷。虽然不知道对方葫芦里卖的什么药，但杰依林接下来的话让他根本没办法拒绝。只要能把东西带回来，我就把你找了很久的龙血草亲手交给你。这株龙血草是世上唯一能净化灵核的仙药，对于现在的白世恩来说，这就是救命的稻草。哪怕明知道是火坑，他也必须往下跳，因为这个交换条件他根本没有拒绝的余地。白世恩冷静下来，开始分析，如果说朱雀领地里真的有什么东西称得上是无价之宝，那一定就是赤族首领代代相传的那把朱雀宝弓了。除了这件神器，恐怕再也没有别的东西能让杰依林如此大费周章。可想要从赤族手里偷走宝弓，这简直就是去送死。白世恩心里始终有个疑问，杰依林口中所谓的宝贝，真的只是那把朱雀宝弓吗？虽然满心怀疑，但他还是决定立刻动身南下。
就在这一片夜色中，白世恩已经利落地解决了对手。可当他看清地上的尸体时，整个人都愣住了。那是三足乌的标记，这可是专门效力于朱雀族的最顶尖的精锐武士团。白世恩看着眼前的这一幕，心里满是疑惑：堂堂三足乌的精锐武士，为什么要对一个孩子痛下杀手？他低下头仔细打量这个缩成一团的小不点，到底是什么来头？怎么看都只是个手无寸铁的小团子。就在这一刻，赤素谷呆呆地看着他的背影，那种宽大又可靠的感觉，让他一下子想起了自己的父亲。看着白世恩的背影，赤素谷有一瞬间的恍惚，这种高大又可靠的感觉，以前只有在父亲身边才能感受到。可他很快就清醒了过来，觉得自己真是太天真了。现在的他孤身一人，父亲再也不可能出现在这里保护他了。白世恩蹲下身子，语气里带着一丝难得的温柔：“喂，小团子，你没受伤吧？”赤素谷愣了一下，小声的反驳道：“我不是什么小团子。”他停顿了片刻，像是鼓起了很大的勇气，一字一句的告诉他：“我叫赤素谷。”谁也没想到，这个在废墟中相遇的瞬间，会成为两人命运彻底交缠的开始。白世恩听完，忍不住笑出声，调侃说：“这名字听起来跟他整个人一样，就是个软糯的小团子。”但他很快收起了笑意，眼神变得锐利起来。他盯着赤素谷问：“你到底干了什么，才会招惹上那群鸡头？”赤素谷听得一头雾水，完全不明白什么叫鸡头。白世恩冷哼一声解释道：“就是刚才那帮人，朱雀族养的那群走狗。”三足乌。听到这个名字，赤素谷心里咯噔一下，原来之前经历的那些追杀根本就不是什么噩梦或者幻觉，所有的危险都是真的。而他这个所谓的小团子，似乎卷入了一个连他自己都无法想象的巨大漩涡。刚才还一脸淡定的白世恩，这下彻底没辙了。看着赤素谷哭得停不下来，他整个人都僵在了原地。他在心里暗暗叫苦，自己这辈子最不擅长的事情，恐怕就是哄小孩了。可看着这个无依无靠的小不点，他终究还是没法做事。不管，他轻轻拍了拍赤素谷的肩膀，语气也变得柔和了许多。他说：“这么晚了，你一个小团子在外面太危险，还是我送你回家人身边吧。”白世恩试探着问他是不是偷偷从家里跑出来的，还劝他说一直待在外面，家里人肯定会急疯了。可赤素谷只是低着头，声音小的几乎听不见。他说自己根本没有那种东西，他已经没有家人了。这句话让白世恩当场愣住，他看着眼前这个委屈的小团子，心里突然冒出一个大胆的想法。传闻中朱雀领地最珍贵的宝贝，虽然现在还不能完全确定，但这孩子绝对跟朱雀族脱不了干系。既然已经没了去处，白世恩盯着他的背影，心里已经有了主意。白世恩突然语出惊人，他笑着对赤素谷说：“既然你已经无家可归，那我就干脆把你偷走好了。”赤素谷整个人都听傻了，他怎么也没想到这个救命恩人竟然会说出要把他偷走这种荒唐话。可白世恩的神情却很认真，他说在南方见过的所有东西里，唯独对这个小团子最中意。他问赤素谷愿不愿意跟他走。赤素谷看着眼前的男人，脑海里却浮现出哥哥华柳的身影。他知道一旦点头，自己就再也不是父亲的女儿了。这不仅仅是一个邀请，更是要他彻底告别过去，去面对一个完全未知的未来。回忆里哥哥华柳的笑容，曾经是赤素谷最贪恋的温暖。可他心里很清楚，那些日子再也回不去了。现在的他脑子里只有一个念头，那就是活下去，哪怕要抛弃过去的一切。他看着眼前的白世恩，这个男人虽然危险，却也是他唯一的救命稻草。他在心里反复问自己，如果跟着这个男人走，真的能在这乱世里活下来吗？赤素谷终于下定决心，他低声请求白世恩带他走。白世恩一把将他抱起，正式介绍了自己的身份，他是统领西方的领主，而怀里的小姑娘从此成了他口中的小毛球。白世恩还开玩笑说，这是两人说好的协议，以后可不许告他绑架。赤素谷赶紧摇头保证，说自己绝对不会这么做。其实在他心里，根本没人在乎他的死活，甚至觉得自己的消失会让那些所谓的家人感到高兴。白世恩很快发现了不对劲，怀里的赤素谷浑身烫得吓人，简直就像个小火球。他一刻也不敢耽搁，立刻带他回到了西方的白虎宅邸。等赤素谷再次安置妥当，小王子尤尔凑到了床边，他看着这个比自己还小的女孩，忍不住跟父亲感慨，她看起来真的太弱小了，感觉吹一口气就会飞走。白世恩在一旁轻声叮嘱，既然她这么脆弱，那以后照顾她的时候可千万要小心一点。赤素谷终于睁开了眼睛，看着周围华丽又陌生的环境，他一时间还没反应过来自己到底是在哪儿。白世恩带着尤尔一直守在床边，见他醒了，笑着叫他小毛球。赤素谷这才想起是这个男人一路把他抱回来的。白世恩正打算让医生给他检查身体，可赤素谷却显得非常局促，甚至有点不好意思。他赶紧摆手拒绝，说自己根本没生病。闹了半天，他支支吾吾地说出了真相。原来他之所以会晕倒，竟然是因为吃了一个桃子。这话一出，连见多识广的白世恩都愣住了，一个桃子就能把人放倒？白世恩怎么也没想到，一个桃子竟然能有这么大威力。听完医生的解释，他二话不说，直接下了死命令，要把府里所有的桃子全部处理掉。赤素谷在床上听得一愣一愣的，赶紧摆手说没必要这么夸张。可白世恩根本不听，要是能威胁到这孩子的东西，他一个都不会留。
尤尔在一旁看半天了，终于忍不住问了一句：“这女孩到底是从哪儿来的？”结果白世恩的回答更惊人，他说这孩子是他在路上捡的，准确点说是直接偷回来的。这话一出，尤尔整个人都听傻了，他瞪大眼睛看着自家老爹，心想堂堂西方领主怎么突然改行当小偷了？赤素谷低着头，终于小声报出了自己的名字。白世恩听完笑了笑，直接一锤定音：“从今天开始，你就正式在府里住下了。”听到这个消息，赤素谷整个人都愣住了，他反复念叨着从现在起这几个字，心里却一点底都没有。赤素谷刚睁开眼，就被眼前的阵仗吓了一跳。两个陌生人守在床边，开口就叫她小姐。浩言笑着说：“她是红狐家族派来贴身伺候的。”旁边的南顺也跟着表态：“以后由她负责安全。”赤素谷整个人都懵了，这种称呼不是给丽丽那种贵女准备的吗？自己这种身份怎么可能跟小姐两个字沾边？浩言却告诉他：“你是族长的贵客，当然就是这里最尊贵的小姐。”赤素谷张了张嘴，想解释自己根本不是什么贵客，可接下来的话却让他彻底陷入了沉默。白世恩把赤素谷抱在怀里，语气听着轻描淡写，说他刚从皇宫里偷了件东西，这要是传出去，整个家族都要跟着倒霉。赤素谷吓得赶紧保证自己绝对会守口如瓶，他不想给救命恩人添麻烦。可还没等他缓过神来，浩言和南顺又围了上来，非说不把他照顾好就是对族长的大不敬。赤素谷还没来得及拒绝，浩言就笑眯眯的提议：“既然是尊贵的小姐，那咱们就先从洗澡开始吧。”看着这两人热情的镜头，赤素谷彻底傻眼了。浩言一边给赤素谷梳头，一边讲起了这片大陆的格局。原来这里有东南西北4座神宫，每一座都代表着一个顶尖家族。赤素谷听得一愣一愣的，他想起父亲以前也提过，南方的朱雀宫确实名头响亮，可他怎么也没想到自己现在待的地方竟然也在这其中。浩言一脸自豪地说：“皇帝亲口承认过4大家族的实力，而他们所在的白虎宫就是这4大神宫之一。”赤素谷心里咯噔一下，他突然想起白世恩衣服上的刺绣，那威风凛凛的图案，果然就是传说中的白虎。本以为只是遇到个厉害的恩人，谁能想到自己竟然直接闯进了白虎家族的老窝。浩言正说着话，突然发现门口有个小脑袋在晃悠，他压低声音告诉赤素谷，白虎家族这一辈一共有3位少爷，大少爷白思燕虽然看着冷淡，但为人最是正直可靠，二少爷白家贤则是个书呆子，整天书不离手。至于这第3位嘛，浩言笑着指了指门缝，就是那个正躲在外面偷偷观察你的小家伙。赤素谷顺着视线看过去，正好对上一双蓝亮亮的大眼睛，躲在门后的尤尔被抓了个正着，整个人都僵在了原地。原本这个时间，尤尔应该在练武场挥汗如雨，可谁能想到这位小少爷竟然翘了课，专门跑来偷看家里这位新来的贵客。看着尤尔落荒而逃的背影，浩言忍不住笑出了声。他说：“这位小少爷肯定是害羞了，8成是想跟赤素谷交个朋友。”赤素谷听得一愣一愣的，压根不敢相信自己这么受欢迎。浩言一边夸他长得讨喜，一边手脚麻利的玩好了发髻，镜子里的包包头俏皮又可爱。赤素谷看着焕然一新的自己，心里那点紧张总算散了不少，甚至开始期待接下来的生活。浩言满意的拍了拍手，提议既然已经打扮漂亮了，不如现在就去见见白世恩，正式跟他打个招呼。白世恩语气温柔，正式宣布赤素谷以后就住在这里。这一句话让赤素谷心里悬着的石头总算落了地。他想起白世恩亲手抱他回房的样子，那种被珍视的感觉让他既感动又觉得有些不好意思，生怕自己成了别人的负担。可白世恩只是轻声安慰他，让他别胡思乱想，只要安心在这里待着就好。但这句暂时住下却让敏感的赤素谷一下子清醒了。他心里很清楚，这里终究不是他真正的家，所谓的安稳也只是暂时的，可这份久违的温暖实在太诱人，让他忍不住想让时间慢点走。等赤素谷收拾妥当走出来，贺在英眼睛都看直了，这一身精致的打扮让他看起来就像个真正的名门千金。赤素谷刚出门就撞见了贺在英，这位大姐姐笑得特别亲切，听说赤素谷是专程来找白世恩道谢的，二话不说就带着他往书房走。贺在英一边推门一边打趣，说家里那个小可爱总算舍得露面了。白世恩看到赤素谷过来，语气里满是藏不住的欢迎，可还没等赤素谷开口，他就注意到旁边站着另一个人，那是白虎宫的二少爷白家贤，他正用一种冷冰冰的眼神盯着赤素谷，那种眼神里没有一丝温度，看得赤素谷心里咯噔一下，原本准备好的感谢词全卡在了嗓子眼，他能感觉到这位二少爷并不喜欢自己。赤素谷迈着小碎步走进房间，虽然心里还是有点打鼓，但他没忘记老师教的礼仪，恭恭敬敬地向白世恩行了个礼。他一口气说了很多感谢的话，谢谢白世恩救了他的命，还给他准备了这么暖和的床和衣服，那副认真又局促的小模样，看得白世恩心里一阵发软。白世恩笑着夸他穿这身很漂亮，还细心地询问他身体好点没。听说赤素谷已经退了烧，嗓子也不疼了，他这才放心地摸了摸赤素谷的头。这一记温柔的摸头杀，让赤素谷感受到了久违的宠溺。白世恩说他不生病的时候，看起来确实精神多了。为了让赤素谷尽快适应这里，白世恩转头吩咐白家贤，让他带赤素谷去白虎宫到处转转。白家贤显然没反应过来，指着自己一脸懵圈。白世恩把儿子领到赤素谷面前，正式介绍了这位二少爷白家贤。看着对方那张冷冰冰的脸，赤素谷心里直打鼓，总觉得这位小少爷肯定很讨厌自己。
白家贤只是硬邦邦的回了一句，说他知道了。就在赤素谷尴尬的想找个地缝钻进去时，这孩子竟然瞬间变了脸，笑得那叫一个阳光灿烂。他主动伸出手邀请赤素谷，问他愿不愿意一起去参观宅子。这突如其来的热情把赤素谷整个人都给整懵了，只能呆呆的把手递了过去。看着两个孩子牵手离开的背影，白世恩在后面笑得一脸欣慰，觉得他们站在一起的样子简直就像亲兄妹一样和谐。可谁能想到，这小少爷变脸的速度比翻书还要快，刚走出大人们的视线，白家贤脸上的笑容就瞬间消失了。他一言不发地走在前面，浑身散发着一种让人胆寒的冷意。赤素谷小心翼翼地跟在后头。白家贤怎么也想不通，父亲到底在想什么，竟然把蜥蜴尽头的那间房给了一个来历不明的孩子。要知道，那间房意义非凡，那是白虎家族没有女儿时专门为收养妓女准备的，把赤素谷安排在那，难道父亲已经有了别的打算？所谓的妓女，其实就是金龙新娘的候选人，她们存在的意义就是成为统治大陆的皇帝伴侣。白家贤牵着赤素谷的手，心里却泛起了嘀咕。都说蜥蜴住满了凶猛的野兽，可这孩子怎么看都不像老虎，手这么小，整个人软绵绵的，难道他是只小猫？不，他看起来比猫还要温柔得多。这种性格真的能在那样的家族生存下去吗？看他这副样子，简直就像一只吃草就能活的小兔子，跟这地方完全不搭调。白家贤赶紧摇了摇头，现在可不是想这些的时候。一个更可怕的念头冒了出来，难道父亲打算跳过家族里的旁系子弟，直接让他上位？白家贤停下脚步，指着前方，到了，这里就是后花园。白家贤一边带路，一边随口夸着花园里的花，可他心里却在犯嘀咕，觉得带小孩参观真是个麻烦差事。他正打算带赤素谷去书库，却发现这孩子停下了脚步。赤素谷小声问：“少爷，您现在是不是很忙？”白家贤愣了一下，死要面子的回答说：“确实，我手头上的事挺多的。”可实际上，他现在闲得发慌，良心也开始隐隐作痛了。赤素谷笑得非常灿烂，他说自己一个人逛逛就行，谢谢少爷这么忙还抽空陪他。白家贤这下彻底愣住了，他没想到这孩子居然这么懂事。赤素谷还体贴地补了一句：“请不要在意我，您快去忙正事吧。”白家贤虽然心里有点虚，但还是顺着台阶往下爬，叮嘱他先在这里看花，一会儿就派人来接他。看着白家贤离开的背影，赤素谷心里很清楚，这位少爷其实并不怎么待见他。他开始后悔，觉得自己刚才确实太没眼力见，平白无故给人添了麻烦。那些刺耳的咒骂声又一次在脑海里翻腾，说他是个只会惹麻烦的小鬼。就在他最难受的时候，旁边的房门突然响了，尤尔正躲在门后，瞪着大眼睛偷偷往外瞧。赤素谷一下子愣住了，这位小少爷怎么会跑到这儿来？尤尔本来想偷偷溜走，心里正慌得不行，结果越急越出乱子。他脚下一个没留神，被门槛狠狠绊了一跤，整个人直接飞了出去。这一摔动静可不小，疼得他哇哇大叫。赤素谷吓了一跳，赶紧跑过去问他有没有事。谁知道尤尔反应比谁都大，他坐在地上拼命摆手，大喊着让赤素谷站在原地，千万别再靠近了。赤素谷一脸纳闷，明明都摔伤了，这位小少爷到底在闹哪样？尤尔低头一看，发现膝盖竟然流血了，这下他彻底慌了神，明明疼的眼泪都要掉下来，可一想到赤素谷还在旁边，他硬是把委屈憋了回去。他猛地站起身，指着赤素谷大声嚷嚷，说自己可是白虎家族的三少爷，还非要撑面子说只有像你这种小毛孩才会为了这点小伤哭鼻子。尤尔说完扭头就走，留下赤素谷一个人在原地发呆。他心里越想越不安，难道这位小少爷是因为被自己害得摔倒，所以真的动气了？看着尤尔走远，赤素谷还在小声叮嘱他快去擦药。就在这时，浩言和南顺急匆匆地找了过来。一见面，浩言就开始替赤素谷抱不平，埋怨白家贤太粗心，怎么能把小姐一个人丢在院子里。赤素谷赶紧摆手打圆场，说白家贤其实很关照他，还带他转了好久。浩言听得直叹气，心疼自家小姐实在是太懂事了。正打算牵着赤素谷回房间，浩言却突然停下了脚步。他敏锐地察觉到这院子里的气氛好像有点不对劲，他皱着眉头问赤素谷：“刚才这里是不是出什么事了？”面对浩言的追问，赤素谷支支吾吾地想解释，说刚才尤尔不小心摔伤了。谁知道浩言和南顺听完，不但没生气，反而直接笑出了声。南顺摆摆手说：“这位三少爷平时就毛手毛脚，摔跤流血那是家常便饭，让赤素谷千万别往心里去。”赤素谷还是觉得过意不去，刚想再解释两句，浩言就凑过来逗他。他说：“尤尔可是白虎家族的后代，身体结实的像只小老虎，这点小伤根本不算什么。”看着这两人心大的样子，赤素谷彻底没话说了，只能站在原地一脸无奈。刚才还硬撑着装大人的尤尔，一回到房间就彻底破功了。药水刚碰到伤口，他就疼得哇哇乱叫。仆人一边帮他处理，一边忍不住吐槽说：“少爷，您今天这戏演的也太过了，明明腿都伤成这样了，干嘛非要强撑着跑去见人家？”尤尔气呼呼的反驳，说自己绝对不能在那个小毛孩面前露出这么丢脸的一面。他盯着窗外，若有所思。他总觉得赤素谷不太对劲，既然不是白虎家族的人，那这个女孩到底是什么来头？
仆人开始脑洞大开，琢磨赤素骨到底是什么变出来的？难道是只胆小的小老鼠？尤尔反驳道：“老鼠平时吵得要命，赤素骨却安安静静的，这根本对不上号。”他又觉得赤素骨像只小狗，眼睛亮晶晶的，连头发都乱得很有个性。可犬类神兽个个都身强体壮，赤素骨看起来也太弱不禁风了。他抱着头大喊：“这也不像，那也不像，这个女孩到底是个什么物种？”尤尔越想越抓狂，甚至开始拿刺猬和长颈鹿做对比，结果发现没一个能对得上。白世恩心里其实很清楚，赤素骨根本不是什么西方神兽，毕竟是他亲手从外面带回来的。贺在英在一旁小声汇报说：“三少爷尤尔今天简直变了个人，像个跟屁虫一样，围着赤素骨转了一整天。”白世恩听完不但没生气，反而露出了难得的笑容。他觉得尤尔这孩子看来是真的挺喜欢赤素骨。贺在英还是有点担心，劝白世恩去管管尤尔，毕竟除了这位家主，谁的话尤尔都听不进去。白世恩轻轻放下手中的毛笔，语气从容地说：“随他去吧。”这种温馨的场面已经很久没见过了。白世恩看着窗外，一个调皮的小鬼正整天黏着另一个更小的小鬼，这场面确实挺有意思。贺在英在一旁附和着，可他脸上的表情却越来越纠结，像是憋了一肚子话，终于忍不住开口了。他压低声音问白世恩：“那个毛茸茸的小姑娘，该不会真的是您在外面偷偷生的私生女吧？”白世恩听到这话，整个人都愣住了，差点没一口气噎死。这脑洞开的也太离谱了。贺在英却觉得很有道理，毕竟自家主人进了一趟皇宫，回来就莫名其妙带个女孩，这事儿换谁都得想歪啊。白世恩抱着昏迷的赤素骨，急匆匆的让人去叫医生，还特意在西翼安排了房间。这体贴入微的劲儿，让贺在英更怀疑两人的关系了。白世恩一脸无奈的解释：“这真不是什么私生女，这种离谱的误会到底是怎么传开的？”贺在英根本不信，追着问：“那这女孩到底哪来的？总不能真是您在大街上随随便便捡回来的吧？”白世恩这下彻底没话说了，他心里比谁都憋屈，因为他之前说的是大实话，他真的是在路边碰巧发现，然后顺手把人给偷回来的。可现在这种真相说出去，谁敢信呢？白世恩陷入了沉思，他开始怀疑自己带回赤素骨这件事真的只是碰巧吗？一段尘封的记忆突然涌上心头，那是杰依林对他下达的死命令。杰依林坐在高位上叮嘱他要去那个地方偷走那里最珍贵的东西，他说只要是你去，一眼就能认出那个宝贝。白世恩现在才反应过来，难道这一切根本就不是什么巧合？杰依林开出了一个诱人的条件，只要去朱雀领地偷走那件宝贝，他就会交出龙血草作为交换。这可是白世恩找了很久的东西，龙血草只在皇帝登基时才会开花，这种传说中的灵药绝不是一个皇子能随手送人的。看来这笔交易背后的水比想象中还要深。杰依林竟然当众宣布他要夺取皇位成为皇帝，并且承诺在1年之内一定会把龙血草交给白世恩。看着眼前这个野心勃勃的人，白世恩一时间有些恍惚，曾经那个跟在身后请教功课、性格单纯的小徒弟，什么时候变得这么陌生了？既然交易已经达成，白世恩只想知道任务的目标，结果杰依林却给出了一个谜题，要他去带回一件没人识货却又极其珍贵的宝贝。最珍贵的宝贝听起来确实让人心动。白世恩开始琢磨这背后的逻辑，如果把这东西偷走，局面又会变成什么样？从朱雀领地带回来的小毛球，加上和皇子之间的秘密交易，难道这一切真的只是巧合？白世恩隐约感觉到自己似乎卷入了一个巨大的漩涡。贺在英在一旁早就看出了不对劲，既然只是带回来安置，为什么要给他安排家眷才能住的房间？这待遇明显已经超标了。面对贺在英的质问，白世恩赶紧摆手否认，说自己根本没打算收养那个小家伙。可他现在的所作所为，谁看了都会觉得没那么简单。养个女儿当父亲，白世恩脑子里刚冒出这个念头，甚至连赤素骨喊他父亲的样子都想好了。他忍不住嘀咕了一句：“这主意好像真的不错。”贺在英在一旁简直要抓狂了，一眼就看穿了自家少爷的心思。这可是要选代表家族的大家闺秀，光靠长得可爱，在那些老狐狸面前可站不住脚。白世恩还想钻个空子，谁规定家族里只能有一位小姐？大不了多养一个不就行了？贺在英直接一盆冷水泼下来，这种事还真有规定，要是同时收养2位小姐，以后他们肯定会被人拿来比较，到时候局面只会更难收拾。贺在英的话虽然扎心，但却是最现实的问题。要是把赤素骨放在高门大户里，整天被人拿来指指点点，这孩子迟早会被比得抬不起头。虽然赤素骨的身世确实可怜，但贺在英觉得送他去个普通的小门小户，平平安安过日子，反而才是对他最好的保护。白世恩被这一番话说得哑口无言，只能没好气的反问：“干嘛用那种眼神看着他？”贺在英可不吃这一套，直接吐槽他是只冷血的红狐狸。难道心里就一点都不担心那个可怜巴巴的小毛球吗？这下白世恩彻底急了，大声反驳说自己当然担心。可话刚出口，他就意识到自己反应太大了，气氛一时间变得有点尴尬。白世恩正心烦意乱，浩言突然急匆匆的跑来，说有关于西厢房那位小姐的消息，要立刻向他汇报。与此同时，在不远处的树丛里，一双眼睛正盯着正在打瞌睡的赤素骨。尤尔拿着望远镜观察了半天，心里满是不屑。这新来的小丫头看着又瘦又小，第一天竟然就晕倒在父亲怀里。在他看来，这种弱不禁风的性格，想在他们这种地方生存下去，简直就是痴人说梦。仆人在一旁急得不行，劝自家小少爷赶紧回去练功，要是被老爷发现他又在偷懒，这顿罚
肯定是跑不了了。尤尔根本听不进去，他正忙着观察那个新来的小毛球，想看看他到底是什么来头。仆人忍不住吐槽，光靠盯着看能看出什么名堂。尤尔也是一脸无奈，他觉得赤素谷看起来实在太脆弱了，万一自己贸然走过去把人家吓晕了怎么办？他甚至开始担心，这万一要是刮起一阵大风，赤素谷会不会直接被吹跑了？仆人直接拆穿了他的老底，明明刚才被吓得摔跤的人是你自己。就在两人斗嘴的时候，望远镜里的赤素谷身体突然晃了一下，好像真的要从石头上栽下去了。坏了！尤尔最担心的事情还是发生了。看着望远镜里的赤素谷一头栽倒，他吓得魂都飞了。这下他也顾不得什么偷看不偷看了，直接从草丛里蹦了出来，一边大喊着小毛球，一边拼了命地往石头那边冲。可等他气喘吁吁地跑到地方，整个人都傻眼了。刚才还坐在石头上的赤素谷竟然凭空消失了。尤尔围着大石头转了好几圈，也没看到半个人影。就在他纳闷人到底去哪了的时候，脚边突然传来一阵动静。他低头一看，发现草地上正趴着一只圆滚滚的白色小鸟。一个荒唐的念头瞬间冒了出来，难道这个小家伙就是刚才那个小毛球变出来的？仆人一眼就认了出来，这圆滚滚的小身板和尾羽，除了那位小姐，白虎宫里找不出第二个这么可爱的。尤尔赶紧示意他小声点，生怕吵醒了正在熟睡的小家伙。他小心翼翼地把小鸟捧在手心，以为他只是因为太累才睡得这么死。可还没等他松口气，手心里传来的异样感让他整个人瞬间定住了。仆人还在旁边焦急地问：“是不是生病了？要不要去请医生？”尤尔的神情变得异常严肃，这根本不是生病那么简单。他能感觉到赤素谷体内的灵核正在剧烈波动，这下麻烦大了。灵核一旦出问题，后果简直不堪设想。尤尔抱着小鸟一路狂奔，还没进门就开始大喊大叫。莎拉阿姨的声音传了出来，听起来显然是被吵得不轻。这位白虎宫的神官正纳闷是谁这么没礼貌，敢在神殿里横冲直撞，结果一抬头发现是白世恩家最调皮的小鬼。尤尔现在根本顾不上挨骂，他带着哭腔哀求莎拉一定要救手里的小毛球。白莎拉原本以为白世恩带回来的会是什么凶猛的野兽，没想到竟然是这么个长着翅膀的小家伙。看着尤尔急得满头大汗，白莎拉终于意识到这只小鸟的情况恐怕比他想象的还要糟糕。尤尔急得语无伦次，说小毛球的呼吸完全不对劲，刚才还好好的，突然一下就倒在地上没反应了。白莎拉示意他先冷静，伸手接过了那只虚弱的小鸟。原本他还想仔细观察一下，可就在指尖触碰的一瞬间，他的脸色彻底变了。这根本不是普通的昏迷。白莎拉像是发现了什么惊人的秘密，猛地转过头，冲着旁边的仆人大喊，让他立刻去把白世恩找来，1秒钟都不能耽误。到底是什么样的变故，能让这位神官如此失态？就在白虎宫乱成一团的时候，南方朱雀宫在几天前就已经埋下了不安的种子。深夜的池塘边，华柳背对着月光，语气听不出任何起伏，他只关心一件事：赤素谷现在到底在哪？身后的侍从半跪在地上，带回来的消息却让人不寒而栗。他说赤素谷已经没命了。空气仿佛在这一刻彻底凝固。华柳没有说话，只是静静地听着。侍从又从怀里掏出一个布袋，说这是在现场发现的，也是赤素谷留下的最后一点东西。华柳接过那个沉甸甸的小袋子，眼神里透着让人捉摸不透的深沉。难道那个总是跟在身后的女孩真的就这样消失了吗？看着手里这串红色的珠子，华柳想起了很久以前，这是他亲手送给赤素谷的东西。听到侍从说还没找到尸体，华柳并没有表现出慌张，他只是低声重复着那个死讯，仿佛在说服自己接受这个事实。其实他从没想过要杀人，他只是觉得只要赤素谷还出现在大家面前，所有人都会跟着一起难过，所以他必须让那个女孩彻底消失。就在那一瞬间，华柳脑海里闪过一个念头，既然没见到尸体，那赤素谷会不会还活着？但这个念头很快就被他掐灭了，他的眼神变得异常冰冷。就算那孩子命大，逃过一劫，在那样的环境下也绝对活不了多久了。华柳早就知道赤素谷的灵核已经彻底废了，而此时在白虎宫里，白莎拉看着昏迷不醒的孩子，语气沉重的吓人。这孩子的灵核伤得实在太重了。白世恩站在一旁，显得有些不知所措。他解释说，只有在兽化的时候才能检查灵核，可他从来没见过这孩子变身的样子，所以才一直没有察觉。但白莎拉接下来的话让在场所有人都惊出一身冷汗。他说事情远没有这么简单，这根本就不是什么意外受损。从伤口的痕迹来看，这孩子的灵核分明是被人故意毁掉的，这已经不是在受伤，而是有人想要他的命。谁能想到赤素谷能活到现在，简直就是个奇迹，因为他体内的灵核早就被人强行剥离了，这也是他一直长不大的原因。这种极刑通常只针对那些最凶残的罪犯，而且只有4大显赫家族的嫡系才有权利动手，这也就意味着那个对他下死手的人身份绝对不简单。所有的线索都指向了朱雀族族长，可他明明是出了名的正人君子，为什么要对一个孩子下这种死手？更让人心寒的是，他不仅仅是拿走了灵核，而是当场把他彻底毁掉了。对这么小的孩子下这种断人后路的狠手，这已经不是惩罚，而是赤裸裸的谋杀。白世恩突然想起之前听到的那些传闻，难道这一切从一开始就是个阴谋？浩言急匆匆赶来报告，说是在给赤素谷洗澡的时候发现了一个惊人的秘密。
他的身上到处都是伤痕，新伤叠着旧伤，显然在很长一段时间里，他都过着生不如死的生活。白世恩听完沉默了，这笔账绝对不能就这么算了。他决定立刻派人去南方，把背后的真相查个水落石出。白沙拉已经给他用了灵药，只要好好调理，身体总会恢复。但那些刻在心里的伤，恐怕没那么容易愈合。白沙拉语气严肃，虽然暂时稳住了伤势，但如果不彻底修复受损的灵核，赤素骨永远无法真正康复。而想要根治这种重伤，这世上只有一种办法，那就是找到传说中的龙血草。就在大家一筹莫展的时候，旁边守着的尤尔突然发出了一声惊呼。昏迷了这么久，这个命悬一线的小家伙终于睁开了眼睛。白世恩和尤尔守在床边，一见他睁眼就急得不行，连声追问他还有没有哪里疼。赤素骨整个人都是懵的，在他的记忆里，自己明明只是在石头上晒太阳，怎么一觉醒来，大家全都围在身边，看着白世恩严肃的神情，他吓得赶紧开口道歉，觉得自己肯定又给大家添麻烦了。这种刻在骨子里的自卑，让他根本不敢想大家其实是在担心他。他只是低着头，觉得自己真是个只会闯祸的坏孩子。白世恩轻轻摸了摸他的头，语气温柔的不像话。他告诉赤素骨，那些担惊受怕的日子已经过去了，以后什么都不用担心。这种突如其来的温柔让赤素骨再也绷不住了，他小声喊着白世恩的名字，眼泪止不住的往下掉。结果旁边的尤尔一看，这下可捅了马蜂窝，他扯着嗓子大喊，说是父亲把小家伙给弄哭了。白世恩当场就愣住了，赤素骨更是慌得不行，赶紧一边抹眼泪一边解释，说自己根本没哭，刚才那只是在打哈欠。看着赤素骨拼命打哈欠的样子，白世恩忍不住笑出了声。他顺着这孩子的话调侃道，看来这小家伙是真的困了，嘴巴都要扯圆了。原本沉重的气氛被这个小插曲冲淡了不少。白世恩看着赤素骨的眼神里全是长辈的宠溺，可就在这时，一直站在旁边的白沙拉突然开口叫住了赤素骨，语气听不出任何波澜。他盯着这个像棉花球一样的小女孩，我们两个单独聊一聊吧。白世恩还是不放心，他拦在白沙拉面前，说这孩子现在需要休息，不能让人随便打扰。白沙拉一听这话就火了，没好气的反问，难道我还能把他吃了不成？他以神女的身份命令白世恩赶紧给他让路，结果旁边的尤尔听差了，吓得脸都白了。他颤声问白沙拉，难道真的要把小家伙给吃掉吗？白沙拉简直要被气疯了，他没想到自己在家人眼里竟然是个会吃小孩的怪物。白世恩还在旁边帮腔，说他现在的表情确实挺吓人。这下白沙拉彻底爆发了，他指着门口大喊，嫌这屋里实在是太吵，直接把这两个男人全轰了出去。等屋里只剩下他们两个，白沙拉终于开口了，他带来的消息对赤素骨来说简直是晴天霹雳。赤素骨怎么也没想到，自己一直引以为傲的灵核竟然早就已经碎了。白沙拉看着眼前这个孩子，语气里透着一丝无奈。他告诉赤素骨，你可能一直都被蒙在鼓里，而这一切的始作俑者是他的哥哥华柳。他怎么也想不通，那个曾经最亲近的人为什么要对自己做这种事。3年前的那个晚上，原来真的是他亲手夺走了我的灵核。赤素骨怎么也想不明白，他到底为什么这么恨自己，恨到要彻底毁掉他作为一个修行者的根基。积压已久的委屈和痛苦在这一刻彻底爆发，他再也控制不住，眼泪止不住的往下掉。这下轮到白沙拉头疼了，他虽然身份尊贵，但最怕的就是应付这种场面。看着眼前哭成泪人的小家伙，他只能无奈的叹气，自己真的完全不会哄小孩。白沙拉终于正式介绍了自己，他说自己是白虎宫的神女，也是这间神殿的主人。紧接着他又莫名其妙的补了一句，说这里的隔音效果特别好。赤素骨还没反应过来是什么意思，白沙拉就温柔的告诉他，在这里你想哭多大声都没关系，没人会听见，也没人会责怪你。这句话让赤素骨彻底愣住了，在他的记忆里，哭泣从来都是一种罪过。当初在朱雀族的时候，只要他一掉眼泪，所有人都会对他发火，他们会指着他的鼻子骂，说他根本没有资格委屈，更没有资格流泪。那些冰冷的指责曾是他童年挥之不去的噩梦。可现在，在这个完全陌生的地方，竟然有人告诉他，你可以放心的做一个孩子。这种突如其来的温柔让他一时间竟然不知道该如何面对。白沙拉看着手足无措的赤素骨，故意逗他说，你该不会是在等我抱你吧？赤素骨吓得赶紧摆手，连话都说不利索了。白沙拉嘴上说着真是拿你没办法，可下一秒他还是温柔的把这个小家伙紧紧地搂进了怀里，手还在他背上轻轻拍着。赤素骨一直在心里告诫自己，不能哭，绝对不能再哭了。可这种久违的温暖让他所有的伪装瞬间瓦解，他再也忍不住了，在这个温暖的怀抱里彻底放声大哭起来。白沙拉看着怀里的小家伙，忍不住轻声调侃，说他现在哭的就像个湿透了的小毛球。赤素骨紧紧抓着他的衣角，虽然还在抽泣，但那种被抛弃的恐惧终于在这一刻慢慢散去。就在这时，南顺和浩言急匆匆地赶了过来，一进门就忙着道歉，怪自己没能一直守在赤素骨身边，让他受了这么多委屈。看着大家都在为自己担心，赤素骨反而有点不好意思了，他手忙脚乱地解释着，不想让任何人感到自责。这种被大家捧在手心里的感觉，让他第一次意识到，原来自己真的不再是孤身一人了。浩言一脸严肃地宣布，这可不行，以后不管去哪儿，咱们都得手牵手走在一起，绝对不能再让你落单了。南顺也在旁边赶紧点头，生怕赤素骨会拒绝。看着大家这么认真的样子，赤素骨虽然有点害羞，但心里却觉得暖洋洋的。
从那天起，浩言和南顺就像两个贴身保镖，无论赤素谷走到哪里，他们都会寸步不离地守在身边，给他最足的安全感。不过，除了他们两个，最近还有一个人也挺奇怪的，明明该去练功场了，却总是赖在赤素谷身边不肯走。赤素谷看着眼前的这位少爷，忍不住小声提醒他：“时间已经不早了，您是不是该去忙正事了？”尤尔为了掩饰尴尬，故意大声嚷嚷着说：“还不是因为你太弱了，谁让你动不动就晕倒，我才不得不留下来盯着你。”赤素谷被说的有点委屈，低着头小声道歉。这下尤尔彻底慌了神，赶紧摆着手解释，说自己作为白虎族的三少爷，决定以后要亲自保护他。赤素谷一脸困惑地问：“为什么要专门保护我呀？”尤尔憋了半天，那个可爱还没说出口，就硬生生地转了弯。他扯着嗓子喊道：“那是因为我怕你胆子太小，万一哪天撞见鬼了怎么办？”赤素谷被吓得不轻，真以为白虎阁里有抓小孩的妖怪，可尤尔还在那儿暗自庆幸，觉得没人发现他的小秘密。结果旁边的浩言一眼看穿，这乃是什么鬼故事？分明是小少爷觉得人家太可爱，在这儿没话找话呢。尤尔永远记得第一次见他的场景，那是他头一回见到鸟类兽人。小小的赤素谷只有巴掌大，浑身雪白的像个糯米团子，没有爪子，却长着一对小翅膀，那副弱不禁风又可爱的模样，从那一刻起就彻底刻在了他的脑子里。尤尔还在回味当年的相遇，那时候的赤素谷虽然病恹恹的，但那副小模样简直让他看一眼心都要化了。可还没等他感慨完，赤素谷却当了真，一脸焦急地问他：“既然这里有鬼，那少爷你怎么办？”这下轮到尤尔傻眼了，他哪能想到自己随口编的瞎话，竟然让这小姑娘担心成这样。尤尔拍着胸脯开始吹牛，强调自己可是堂堂白虎族的三少爷，怎么可能怕鬼这种东西？结果赤素谷一开口，差点没把他给噎死。他说自己只在画册里见过老虎，这下尤尔可坐不住了，非要显摆一下老虎有多凶猛，说那爪子比钢铁还硬。看着赤素谷一脸懵懂的样子，尤尔决定不再废话，他要当场变个身，让这小姑娘见识见识什么叫威风。尤尔大喊一声看好了，接着一阵白烟刷的散开，所有人都屏住呼吸，等着看那只传说中的凶猛白虎。结果烟雾散去后，出现在赤素谷面前的竟然是一只圆滚滚的小奶虎。尤尔还自以为霸气的吼了一嗓子，问他是不是被威慑到了。赤素谷盯着那粉红色的肉垫，整个人都被萌得没脾气了。尤尔还挺大方，直接把爪子递过去让他随便摸，这哪是威风凛凛的白虎，简直就是个撒娇的小猫咪。旁边的南顺和浩言也很识趣，找个借口就赶紧溜了，想给这两个小家伙留点独处空间。可谁能想到尤尔这小老虎突然反客为主，他抖了抖毛，一脸认真地盯着赤素谷说：“既然我都变身给你看了，现在是不是该轮到你露一手了？”尤尔这小家伙真是哪壶不开提压壶，非要赤素谷也变个身让他瞧瞧，还一口一个神兽形态叫得可欢了。结果赤素谷一听这话，整个人尴尬的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。他连连摆手说自己根本做不到，还自嘲说自己一点都不酷。尤尔在旁边一脸纳闷，明明之前见过他变身的样子，怎么这会儿死活不肯承认了？看着赤素谷急得都快要哭出来了，尤尔这才意识到自己闯了祸，要是真把这小姑娘给惹毛了，接下来的场面可就不好收拾了。赤素谷低着头一言不发，他觉得如果尤尔看到自己的神兽形态，肯定会像其他人那样露出嫌弃的表情，毕竟在他的记忆里，变身后的自己只是个被嘲笑的小异类。就在他越想越难过的时候，一个圆滚滚的球突然滚到了脚边，尤尔这只小白虎压根没发现他的心思，反而兴冲冲地跑过来，大声问他要不要一起玩球。看着尤尔那副没心没肺的样子，赤素谷整个人都愣住了，原本沉重的心情竟然被这个突如其来的邀请给打断了。尤尔这小家伙完全是个乐天派，压根没察觉到赤素谷刚才的纠结，他围着赤素谷又蹦又跳，嘴里还不停催促着快点把球扔出来，满脑子只想着怎么玩个痛快。赤素谷看着怀里的球，又看了看眼前这个兴致勃勃的小白虎，原本紧绷的心弦终于松了下来。他轻轻把球往远处一抛，刚才那些烦心事也跟着一起丢掉了。就这样，两个小家伙在院子里追逐打闹起来，清脆的笑声传得很远，之前的尴尬和自卑全都被这简单的快乐给治愈了。白嘉贤站在窗边直摇头，看着楼下那副场景，他实在是有点看不下去了。这该训练的时候，尤尔居然在那儿玩球，玩得没心没肺。侍从凑过来问他在看什么，白嘉贤没好气地回了一句，说尤尔这小家伙简直是在浪费时间，一点当王子的自觉都没有。侍从倒是在旁边帮着打圆场，说尤尔还没到成长期，现在贪玩也是小老虎的天性。可白嘉贤听完还是叹了口气，这弟弟到底什么时候才能长大啊？白嘉贤嘴上嫌弃的要命，眼神却一直盯着窗外没挪窝，看着赤素谷在那儿气喘吁吁的陪尤尔玩球，他心里那叫一个急，生怕这小姑娘跑着跑着又晕过去。他一边骂尤尔是个只会胡闹的笨老虎，一边吐槽赤素谷性格太软，明明累得不行，还非要硬着头皮陪玩，简直是那种受了委屈也不敢吭声的受气包。侍从在一旁听得清清楚楚，笑着戳穿说他这就是在担心人家。结果白嘉贤立马像被踩了尾巴一样，死鸭子嘴硬，非说自己才没那份闲心，谁会去担心一个连自己都照顾不好的小鬼？他这番话回得那叫一个干脆，可那副坐立难安的样子早就把他的真实想法给卖得干干净净了。白嘉贤提到了一个关键消息，
分家那些厉害的角色马上就要到了，因为1年1度的山军祭就要开始了。这可不是普通的聚会，而是虎族年轻一代出人头地的最好机会。尤其今年情况非常特殊，祭典的胜负直接关系到谁能住进白虎阁，这可是分家各派梦寐以求的地位，所以每个人都憋着一股劲，想在这次比试中大显身手。面对这么多虎视眈眈的竞争者，白嘉贤心里也没底。他问侍从到底该盯着哪一个？侍从翻了翻手里的名单，第一个提到的名字就是宗虎一族那位深不可测的阿朗小姐。白嘉贤这嘴简直是开了光，分家送来的名单被他批得一文不值。第一个阿朗小姐被他嫌弃太笨，说她根本没资格当什么代表。接着是黑虎一族的沙慧小姐，白嘉贤更是听都不想听，吐槽她是个只知道追着哥哥跑的恋爱脑，要不给家族丢脸就谢天谢地了。连最后那位看起来最端庄的诗雨小姐，也被他一句莫名其妙的讨厌给打发了。侍从在一旁听得满头大汗，觉得自家少爷这眼光简直高到了天上。他忍不住笑着问了一句：“这也不行，那也不行，那你心里到底中意什么样的？”白嘉贤这下没说话，可那副冷淡的样子，显然是心里早就有了标准答案。白嘉贤这人真是典型的嘴硬心软，刚才还嫌弃的不行，现在看着院子里那个笑得灿烂的小姑娘，心里却暗暗定下了标准：如果要选妹妹，就要是这种小小的软乎乎的才行。结果画面一转，刚才还活蹦乱跳的赤素谷，这会儿已经累得头晕眼花，连站都快站不稳了，只能靠在浩言身边大口大口的喝水。浩言看着心疼坏了，一边帮他拍背一边感叹：尤尔那个小魔头精力实在太旺盛，幸好管家及时出现，直接把那只调皮的小老虎强行拎去训练了。看着赤素谷这副累坏了的样子，浩言温柔地劝他，以后要是实在陪不动了，千万别再这么硬撑着。赤素谷这小脑袋瓜里整天都在想些什么奇奇怪怪的东西。他突然神神秘秘地凑过来，问浩言这白虎阁里是不是真的闹鬼。浩言还以为他是自己胆小怕黑，正打算开口安慰几句，结果这姑娘语出惊人，说她根本不是担心自己，而是怕那些鬼会把少爷们给抓走。在他的小脑袋里已经浮现出白嘉贤和尤尔被妖怪吓哭的画面了。他是真觉得这两位虎族少爷长得又小又可爱，甚至还一本正经的想以后得由他来保护这两个小家伙。浩言听完直接被逗笑了，觉得这孩子真是暖心的有点过头。谁能想到在赤素谷眼里，那两个让人头疼的小魔头居然是需要被保护的弱小群体。浩言这波捧杀简直是教科书级别的，他顺着赤素谷的话夸了几句，说大家要是知道被他保护肯定很高兴。结果这小姑娘听完直接就飘了，虽然嘴上说着鬼指有一点点可怕，可赤素谷那两只小手却把怀里的葫芦抱得死死的。他甚至还一脸认真的安慰自己，说反正他这种性格连鬼都嫌弃，肯定不会被抓走的。这自恋的劲头一上来，他脑子里已经开始胡思乱想了，觉得大家肯定都在背后吐槽他厚脸皮，连鬼都不愿意搭理他。不过这完全没影响他的斗志。赤素谷这会儿正热血沸腾地握着小拳头，当众立下了豪言壮语，说以后大家的安全就全包在他身上了。真不知道那几位少爷听了到底是该感动还是该头疼。又是这一轮圆月，白世恩最怕的就是这个日子，只要月亮一圆，当年的噩梦就会准时发作，胸口闷得让人喘不上气。这根本不是普通的病，而是刻在骨子里的代价。旧伤还没好，新的危机又要来了。战火还没熄灭，白世恩心里却始终放不下另一件事。一想到赤素谷那么小的年纪就要忍受这种非人的折磨，他这心里就跟针扎一样。虽然有姐姐帮忙稳住了情况，但危机根本没有解除。这种罪到底什么时候才是个头？如果灵河不能彻底修复，赤素谷的情况就永远是治标不治本。现在唯一的救命稻草就是传说中的龙血草。可奇怪的是，答应去拿药的杰伊林竟然失联了，到现在一点消息都没有。难道那个平时看着温文尔雅的人真的打算在皇宫里大开杀戒吗？看来今晚这顿安稳觉，白世恩是彻底睡不成了。本来还想着能不能闭上眼稍微眯一会儿，结果刚有点睡意，窗外就传来了动静，一个身影正蹑手蹑脚地溜进房间。这大半夜的，到底是谁胆子这么大，敢直接闯进他的地盘？原来深夜溜进房间的竟然是赤素谷。看着白世恩闭目养神的样子，他站在一旁半天都没敢出声。其实就在几个小时前，浩言还在鼓励他，说大家要是知道小姐想保护族人，肯定会特别高兴。想起朱雀族以前对自己的评价，他终于下定了决心。他小心翼翼地递上手里的东西，小声试探着，想要打破这份沉默。这种日子，赤素谷已经不知道熬了多久，就连家里的仆人都能随便抢走他的东西，还一脸嫌弃地骂他恶心。他们甚至当着面咒骂，说他这种害力受苦的坏胚子，怎么还没被鬼魂抓走？在那些人眼里，他就像是什么不干净的东西，只要是被他碰过的，全都要扔进火堆里烧掉。他们说，连鬼看到他都会打冷战。可他们不知道，这种被踩在脚底下的屈辱，正在彻底改变这个女孩。既然大家都说她碰过的东西，连鬼看了都会绕道走，那现在情况可就不一样了。赤素谷突然冒出一个大胆的想法，只要把自己的东西留在身边，是不是就能挡住鬼魂？可低头一看，他才发现自己根本两手空空，祭典上的带子丢了，华柳松的手链也断了。这种关键时刻掉链子，换谁都要急哭了。但他很快就拍了拍脸颊，现在可没时间在这儿难过，必须得赶紧想个别的办法。赤素谷在庭院里转了好几圈，终于在花丛后面找到了他想要的宝贝。谁能想到，他费劲巴拉找了半天的，竟然是几颗路边不起眼的石子。
他小心翼翼地把石子擦得锃亮，还自言自语说：“这些小东西洗干净了，还挺好看。”虽然在别人眼里这只是破石头，但对他来说，这是他唯一能拿得出手的护身符。他在心里默默祈祷：既然这些石头都被自己碰过了，那就请一定要帮他们挡住鬼魂啊！万事俱备，赤素古觉得只要把这些石子悄悄放在白世恩和尤尔身边，一切就都安全了。可这大半夜的，走廊里黑灯瞎火，他一个人壮着胆子往前挪，心里其实早就打起了退堂鼓。就在他刚要推门的时候，身后突然传来浩言的声音，问他怎么这么晚还不睡觉，是不是出什么事了？赤素古吓得差点跳起来，回头一看，竟然是浩言正盯着自己，这下可尴尬了，总不能说自己大半夜不睡觉，是跑来送破石头的吧？浩言提着灯笼在前面带路，说家主平时确实经常忙到深夜，不过要是知道赤素谷专门准备了礼物，大家肯定都会特别开心。一想到少爷收到石子时那种又惊又喜的样子，浩言忍不住笑出了声，觉得这小毛球真是懂事的让人心疼。可走着走着，浩言突然停下脚步，贺在英一脸疑惑地看着他问：“这大半夜的，你怎么还没去睡觉？难道今天又是跑来专门找家主道谢的吗？”赤素谷这下彻底慌了神，手里紧紧攥着那个装满石子的小袋子，支支吾吾半天，硬是没敢说出真相。贺在英看着手里那几颗石子，简直羡慕的要流口水了，直呼家主这运气也太好了，竟然能收到小毛球亲手做的护身符。他一边感叹，一边还故意装出一副可怜相，嚷嚷着说自己其实也怕鬼怕的要命，怎么就没人送他一个呢？赤素谷哪见过这阵仗，赶紧当了真，拍着小胸脯答应说，回头也一定给贺在英做一个。贺在英一听这话，立马喜笑颜开的伸出小拇指，非要跟他拉钩，定死这个承诺。赤素谷也认认真真的勾住他的手，这一大一小在月光下就这么定下了一个可爱的约定。浩言这下可不干了，当场就开始争宠，吐槽贺在英就是个狡猾的老狐狸，凭什么护身符要先给他做？他拉着赤素谷的手不放，非要让赤素谷也给他做一个，而且排名必须得在贺在英前面，这场面简直让人哭笑不得。闹腾够了之后，浩言还是把赤素谷带到了家主房前，轻声催促他快点进去送礼。不过这一次，姐姐不打算陪着他了，而是想让赤素谷试着自己一个人去面对那位威严的家主。赤素谷深吸一口气，攥紧了手里的小布袋，这一步迈出去，可就全靠他自己了。赤素谷独自推开房门，这里就是白世恩大人的办公室，屋子里静悄悄的，透着一种说不出的威严。可等他走近了一看，才发现家主竟然靠在椅子上，就这么闭着眼睛睡熟了。看来这段时间他确实累坏了。赤素谷停下脚步，生怕弄出一点动静吵醒他。既然大人睡得这么沉，那就绝对不能打扰。他屏住气，像只小猫一样轻手轻脚地往前挪，打算趁着这个机会悄悄把准备好的礼物放下。可就在他靠近的一瞬间，原本安静的房间里气氛似乎变得有些不一样了。原本安静的房间里突然传出一声痛苦的呻吟，赤素谷还没反应过来，就被这突如其来的变故吓得摔倒在地。他顾不上疼，赶紧跪在地上不停地道歉，以为是自己毛手毛脚吵醒了大人。可等他抬起头，眼前的景象让他彻底懵了，白世恩竟然直接从椅子上栽了下来，整个人一动不动地趴在地上。赤素谷吓得手足无措，脑子里乱成了一团麻。难道自己还是来晚了一步？那些恶鬼已经对他下手了吗？看着昏迷不醒的家主，他整个人都陷入了绝望。这下到底该怎么办才好？恶鬼的低语在房间里回荡，他们叫嚣着已经得手了。白世恩大人眉头紧锁，显然正承受着巨大的痛苦。赤素谷虽然吓得浑身僵硬，但他还是死死护在大人身边，大声哀求那些看不见的怪物，求他们千万别欺负白世恩大人。他一边喊一边紧紧攥住护身符，那是他唯一的希望了。就在这一刻，奇迹竟然真的发生了。原本普通的小布袋突然炸开了一道耀眼的粉色强光，那光芒瞬间照亮了整个房间，连赤素谷自己都看呆了。难道是自己眼花了？他盯着恢复平静的屋子，完全不敢相信刚才那一幕。谁能想到赤素谷亲手做的护身符竟然真的把鬼魂给吓跑了？他正兴奋的邀功，浩言却突然停下脚步，死死盯着他的手。坏了，赤素谷的手心全是血，这伤口看着可不轻。虽然他说是刚才摔的，但这血迹总让人觉得哪里不对劲，真是奇了怪了。昨晚可是阴气最重的满月，白世恩不仅没出事，反而睡了近年来最安稳的一觉。贺在英推门进来，发现自家少爷又在书房凑合了一宿，正打算上前伺候，白世恩却盯着桌上的紫色布袋，愣住了。这不就是那个小毛球留下的吗？听贺在英说这是驱鬼的护身符，白世恩更懵了。难道这白虎宫里还真有他不知道的脏东西？尤尔的撒谎技术实在太烂，谁能想到赤素谷那个胆小的小不点竟然想用这种方式来保护他。更神的是，昨晚他竟然真的没做噩梦，看来这小玩意儿还真有点本事。看着他那弱不禁风的小身板，白世恩忍不住感叹，这份心意确实难得啊。既然收了人家的护身符，白世恩琢磨着总得回个像样的礼吧。谁能想到他竟然打算把陛下御赐的宝剑直接送给赤素谷。贺在英听完差点没站稳，人家小姑娘喜欢的是梳子扇子，你送人家一把杀敌的真家伙。白世恩还不服气，觉得这是对女孩子的偏见，这审美真是没谁了。白世恩转念一想，那把剑又重又锋利，万一伤到那个小毛球，那绝对不行。他开始发愁了，到底送点什么才能让赤素谷真正开心呢？而此时的赤素谷正盯着一碗苦得发黑的汤药，二话不说端起来就往嘴里灌。
浩言在旁边看的心都要碎了，这要苦的连大人都受不了，要是换成别家的小少爷，早就哭着跑没影了。可赤素谷不仅没抱怨，还乖乖喝了个精光，这孩子懂事的简直让人心疼。要喝完了，浩言赶紧拿出一颗糖，想给赤素谷压一压嘴里的苦味。这一口甜味下去，赤素谷整个人都亮了，这种感觉就像他现在的处境一样。白世安大人说让他暂时留在这里，可他心里却有个小小的贪念，他希望这个暂时能变得很长很长，长到他能永远记住这份来之不易的甜味。就在这时，门外突然响起了敲门声，贺在英抱着个大箱子，笑眯眯的走了进来。赤素谷简直不敢相信，这竟然是白世恩大人特意送给他的回礼。看着这个沉甸甸的木箱，他心里直打鼓。那位大人该不会真的送了一把剑过来吧？带着一丝紧张，他轻轻扣开了锁扣。谁能想到箱子里装的不是冷冰冰的剑，而是一只圆滚滚的小老虎。浩言还在旁边打趣说，这小家伙昨晚睡得可香了。贺在英也跟着起哄，让赤素谷赶紧抱抱看。赤素谷有点不敢相信，这真的是送给自己的礼物吗？他小心翼翼地伸出手，把这团软绵绵的东西搂进怀里。这一抱，感觉整颗心都要化了，那种毛茸茸又温暖的感觉，让他第一次觉得自己真的被人在意着。抱着刚收到的礼物，赤素谷突然提出了一个要求，他想借一点纸和墨。贺在英和浩言都以为这小姑娘是想画画玩，谁知道她一脸认真的说要给白世恩大人写封信。这下轮到两个大人懵了，这小小的回礼竟然还带后续互动的。画面一转，朱雀宫那边突然热闹了起来，丽丽拿着个东西，急匆匆地跑向父亲。看着丽丽在花丛里笑得那么开心，杰雅韵总算松了一口气，之前的阴影似乎已经散去，一切都在往好的方向发展。华柳走过来喊道：“父亲，我有话要告诉你。”华柳的一句话却让屋里的空气瞬间凝固了。那个孩子已经死了，他的声音冷得像冰。他说原本只是想把人送走，可派去的人赶到时，现场只剩下了一滩血迹。华柳递过来一个布袋子，说这是在现场附近发现的。杰雅韵只看了一眼，整个人就彻底僵住了。那是他那天早上亲手给赤素谷系上的护身符，里面还藏着他的一根羽毛，那是他给女儿最后的底气。他想起赤素谷曾怯生生地问，如果自己不能像父兄一样觉醒成帅气的火鸟该怎么办？他当时笑着安慰，就算失败了，你也是我的女儿。可谁能想到，这份温柔的安慰竟然成了他现在最扎心的回忆。谁能想到，那个胆小的小姑娘竟然觉醒成了一只雪白的鸟。杰雅韵看着画像，心里全是后悔，如果当初她觉醒失败了，是不是这一切就不会发生？她在遗物里发现了一根红羽毛，那是他送给赤素谷的护身符。原来这孩子一直把他带在身边，从未弄丢过。杰雅韵突然改了主意，下令要把那个孩子找回来。华柳接下来的话却让他如坠冰窟，就算他现在还没死，恐怕也活不了多久了，因为那个隐藏在体内的秘密正在慢慢耗尽他的生命。赤素谷的灵核早就严重受损，根本不可能活太久。杰雅韵命令道：“那就至少把尸体带回来，只有亲眼看到尸体，我才会相信他真的死了。”谁能想到，这块不起眼的破石头竟然被当成了宝贝。小家伙兴冲冲地显摆，说这是赤素谷送他的护身符，专门用来对付白虎宫里的鬼。白嘉贤听得一脸无语，这种骗小孩的鬼话，也就这傻小子会当真。可他突然愣住了，如果这石头是辟邪用的，那昨天晚上赤素谷偷偷溜进他房间，到底留下了什么？记忆瞬间回到了昨晚那个寂静的深夜，本来只是想装睡，结果差点弄假成真。白嘉贤怎么也没想到，赤素谷竟然会半夜溜进他的房间。那块被当成宝贝送来的石头，转头就被扔进了垃圾桶。旁边的尤尔凑过来问：“哥，你见过那丫头变身的样子吗？”白嘉贤随口应了一声，结果尤尔整个人都兴奋了，直夸他变身之后又小又可爱。可他马上又开始发愁，既然那么可爱，他干嘛还那么害怕变身呢？难道是怕自己太萌了，会被坏人直接拐走？这下当哥哥的彻底无语了。尤尔还在那瞎操心，结果一头撞在白嘉贤的背上，正想抱怨呢，抬头一看，整个人都僵住了。教官正拎着长棍在练功场中心笑眯眯的等着呢。他不紧不慢的开口：“昨天趁我不在，你们溜得挺快啊。”这下完了，旧账新账要一起算了。尤尔脑子里只有一个念头，现在跑还来得及吗？白嘉贤根本不打算讲情面，直接把尤尔推到了教官面前，淡淡的说了一句：“人交给你了。”教官笑得那叫一个灿烂，尤尔整个人都崩了，一边被拖走一边惨叫：“你竟然卖我！我没你这个哥！”看着尤尔被带去特训，白嘉贤总算松了一口气，耳边终于清静了。原来他之前答应了南顺和浩言，要给白虎宫的大家亲手做护身符，为了能多找几块石头回来，他可是拿出了100%的劲头，只要能找到几个，就能多做3个护身符送人了。想到这，他找得更起劲了。赤素谷正撅着小屁股在花丛里翻找，嘴里还念叨着要找块最漂亮的石头，把自己弄得灰头土脸也顾不上了。可就在这时，一双脚突然停在了他跟前。赤素谷愣愣地抬起头，发现白嘉贤正居高临下的看着他，这下场面可尴尬了。赤素谷在花园里撞见了白嘉贤，本想打个招呼，顺便打听一下昨晚的情况。他心里还美滋滋的想，那个护身符是不是也帮这位少爷辟邪了？可还没等他开口问，白嘉贤就先皱起了眉头，语气里满是不耐烦。他说昨晚在房间里发现了赤素谷丢下的垃圾，还警告他这种恶作剧挺烦人的。赤素谷这下彻底懵了，那可是他精心准备的护身符，怎么就成垃圾了？
白嘉贤的语气冷冰冰的，他提醒赤素谷要守规矩，以后没允许不准进他的房间。毕竟在他眼里，赤素谷始终只是个外人。赤素谷听完，一句话也没反驳，只是低着头小声道歉，那副委屈的样子让周围的空气都凝固了。白嘉贤看着他，心里突然莫名的烦躁起来。明明自己只是说了实话，为什么反而觉得像是做错了事？这种莫名其妙的愧疚感让他一秒钟也待不下去，只能丢下一句生硬的告别，匆匆转身离开。赤素谷还在那儿瞎琢磨，是不是因为护身符长得太像石头，白嘉贤才表现得那么嫌弃？他一心想送个更好的礼物赔罪，可翻遍了全身，手里最拿得出手的只有白世恩送给他的那个小白虎。这下他更纠结了，这可是白世恩的一番心意，要是转手送给白嘉贤，是不是太不礼貌了？就在他左右为难的时候，头顶上突然传来一阵奇怪的动静。赤素谷下意识地抬头看去，这大白天的，屋顶上怎么会有人？府门口突然停下了一顶轿子，赤素谷正纳闷呢，这大白天的，家里怎么突然来了客人？还没等他想明白，浩言和南顺就围了上来，大声宣布他成了今天的赢家，要把找来的漂亮石头全送给他。就连刚练完功的尤尔也忍不住跑过来凑热闹，非要加入这场找石头的游戏。听到大家都夸自己找的石头最漂亮，赤素谷心里美滋滋的，那种被认可的感觉让他整个人都轻飘飘起来。他正盯着桌上的瓶瓶罐罐出神，忍不住好奇地问浩言，这些亮晶晶的东西到底是干嘛用的？浩言笑着解释说，这是专门给陶瓷上色用的颜料，还顺口夸他眼光真好，一眼就看中了这些宝贝。紧接着浩言又提了个绝妙的主意，既然这些石头这么有意义，不如用颜料画上图案，烤制好了再拿去送人。这句话一出，赤素谷直接愣在原地，这不正是他现在最需要的吗？赤素谷这下可算找着北了，他兴冲冲地拿起画笔，觉得只要给这些石头涂上颜色，白嘉贤肯定会爱不释手。他一边忙活一边随口打听，刚才看到轿子里下来个漂亮姐姐，家里是不是要来客人了？浩言端着茶点走进来，语气里透着一丝严肃，说那是分家的老虎们到了，因为1年1度的山军祭马上就要开始，这可是西域各大家族的盛会，年轻一辈的高手都汇聚在一起，争夺那个唯一的山军头衔。赤素谷听得一愣一愣的，忍不住好奇地问，难道那些人也全都是老虎变的吗？尤尔这小家伙又开始显摆了，他说那些分家的人虽然也是老虎，但谁都没有他这一身漂亮的白毛。赤素谷听得可认真了，他正忙着在石头上画小老虎，打算送给那些远道而来的客人。浩言在一旁看着都觉得暖心，这丫头心思单纯的很，总想着要保护身边的每一个人。可另一边气氛就完全不一样了，白世恩派去南方调查的人已经带回了消息，结果让人大吃一惊，在那片土地上根本没人听过素雅这个名字。白世恩越想越觉得不对劲，就算朱雀家族的本事再大，真的能瞒过所有人，凭空藏住一个孩子吗？在他看来，这件事只有2种可能，要么是那小丫头在撒谎，要么他就是朱雀家族内部的人，而且从来没离开过领地半步。如果真是家族内部的孩子，那他的身份就太可疑了。白世恩脑子里突然闪过一个念头，他记得杰雅韵好像确实有一个年纪相仿的女儿。白世恩突然问起，杰雅韵是不是有个女儿？难道他怀疑赤素谷就是朱雀族的后代？贺在英赶紧摇头，这怎么可能？年龄虽然对得上，但朱雀族的大小姐另有其人。那个刚入族谱的孩子名字叫丽丽，如果丽丽才是真正的千金，那被三族巫拼命追杀的赤素谷到底是什么来头？白世恩开始怀疑赤素谷可能只是朱雀族里一个身份特殊的侍从，但这并不妨碍他对着赤素谷写的信发呆，甚至觉得这字迹可爱的不行。贺在英直接泼了盆冷水，别忘了他是长翅膀的有一族，跟咱们白虎族根本不是一路人。看他这副魂不守舍的样子，贺在英实在看不下去了。桌上这么多公文一个没动，全在那盯着信看。这下好了，堂堂白虎族少主竟然被吐槽成了恋爱脑。贺在英突然提醒，山王祭马上就要结束了，赤素谷以后的住处必须得赶紧定下来。这话一出，白世恩脑子里全是这孩子的影子。记得那天赤素谷提着个小篮子，软萌软萌的跑来打招呼，谁能拒绝这么可爱的小毛球呢？不过白世恩有点纳闷，这孩子大老远跑过来，篮子里到底装了什么宝贝？赤素谷这孩子真是个细节控，他从篮子里掏出一个护身符，送给了贺在英，上面还亲手画了一只红狐狸。贺在英感动的不行，可旁边的白世恩看在眼里，醋坛子那是彻底翻了，心里暗骂贺在英真是个狡猾的狐狸。他酸溜溜的提醒赤素谷，没必要对这种坏狐狸这么好。谁知道赤素谷早有准备，笑着又掏出一个送给白世恩，说这是特意为他做的。刚才还一脸嫌弃的白世恩，这下彻底没脾气了，嘴上说着干嘛费这劲，手却已经不自觉地伸了过去。可就在这时，白世恩看着手里的东西，语气突然变得有些不对劲。白世恩盯着手里的护身符，一脸纳闷地问赤素谷，为什么送我的是一只猫？赤素谷委屈的声音都小了，小声嘟囔着说，那不是猫，是老虎。看赤素谷一副快要哭出来的样子，白世恩当场僵在原地，这下气氛可太尴尬了。贺在英在旁边看热闹不嫌事大，疯狂补刀说这话的简直一模一样，还调侃白世恩是不是老眼昏花了。为了哄好赤素谷，白世恩只能强行挽尊，改口说自己最近确实年纪大了，现在仔细一看，这还真是只威猛的老虎。赤素谷这孩子实在太单纯了，听白世恩说自己老眼昏花，急得不行，
觉得这病可严重了。白世恩一看这招好使，赶紧顺着话说，确实挺严重的，所以小毛求你以后得常来看我。赤素谷还有点自我怀疑，问自己过来真的能帮上忙吗？贺在英在旁边赶紧神助攻，说只要小姐一过来，这死气沉沉的办公室都变亮了。赤素谷听完压力更大了，小声嘀咕说自己还没觉醒超能力呢，这认真的样子真是让人哭笑不得。贺在英看出了赤素谷的焦虑，赶紧安慰他说，聪明的兽人孩子就算没觉醒，也能用天生的能量帮到大家。这番话总算让赤素谷有了底气，他提着小篮子走在走廊里，盘算着手里的护身符已经送出去不少了，现在篮子里只剩下最后几个，他心里还在默默祈祷，希望那位二少爷也能喜欢这份礼物。可还没等他走到地方，耳边突然传来一声惊呼，居然有人指着他的鼻子大喊，哈，哪来的小屁孩？这突如其来的冒犯让原本就紧张的赤素谷直接愣住了。这个突然冒出来的阿朗一开口就火药味十足，指着赤素谷问他是哪来的，还吐槽他长得一点都不像老虎。赤素谷被问得一愣一愣的，看对方这打扮，猜到他应该是来参加山神祭的贵客，赶紧礼貌的自我介绍，说是白世恩大人带他回来的。一听到白世恩的名字，阿朗的眼睛瞪得更大了，他上下打量着赤素谷问，难道你就是那个占领了西头房的小毛球？白虎族小姐这个头衔听起来风光，其实大有来头。阿朗说这都是他父亲亲口告诉他的，原来在这次山神祭上表现最出色的那只老虎才有资格住进西头房，正式成为白虎族的小姐。赤素谷听完这话心里咯噔一下，难怪他之前一直觉得奇怪，这白虎宫里全是少爷，怎么会平白无故有个女孩子的闺房？他本以为白世恩只是好心让他在这个宝贝房间里暂住几天，谁能想到这地方早就定好主人了。赤素谷这下彻底慌了神，对着阿朗大喊，完蛋了，我真的不是那个主人啊！阿朗的语气越来越咄咄逼人，他盯着赤素谷问，你是不是想冒充白世恩大人的女儿，就像那个恩熙一样？还没等赤素谷反应过来，阿朗又补了一刀，说他看着根本不像什么猛兽，难道是想在这里当一只假老虎吗？假老虎这三个字像针一样扎进赤素谷心里，他最害怕的流言蜚语此刻全在脑子里炸开了。那些声音在骂他是冒牌货，说他偷走了莉莉小姐的位置，甚至说他骗了所有人，真让人恶心。赤素谷孤零零地站在那里，这些莫须有的罪名压得他快要喘不过气了。赤素谷被吓得语无伦次，嘴里一直念叨着他从来没想过要抢谁的位置。阿朗看他这副样子也吓了一跳，赶紧凑过去问他是不是病了，怎么突然变得这么奇怪。就在这时，一个冰冷的声音从背后传来，直接喝住了他们，问他们到底在搞什么鬼。诗雨手里拿着团扇，眼神犀利地盯着阿朗，一口就叫出了对方的来历，这位就是白虎族的殷诗雨。诗雨冷着脸说，他原本还期待能跟阿朗公平竞争西头房的主人位置，可没想到阿朗竟然在这里欺负一个连老虎都不是的小屁孩，这让他觉得太失望了。阿朗这下急得直跳脚，大声嚷嚷着自己什么都没做，他真的只是在跟赤素谷说话而已。就在局面僵持不下的时候，赤素谷竟然主动站了出来，他说阿朗没撒谎，这全是误会。赤素谷小声解释着，阿朗真的没有欺负他，只是他自己突然觉得身体不舒服。诗雨听完这话，盯着赤素谷打量了半天，才勉强收起了那副咄咄逼人的架势。阿朗一边落荒而逃，一边还不忘回头放狠话，让赤素谷以后别再当着他的面生病。看着阿朗逃远了，诗雨这才转过头来，关心地询问赤素谷的情况。赤素谷赶紧礼貌地道谢，再次强调阿朗真的没有欺负他，只是个小误会。诗雨听完笑了笑，大方地介绍起自己的身份，说他是白虎族的诗雨，以后要是遇到困难尽管找他。诗雨弯腰捡起地上的篮子，亲手递到了赤素谷手里，这让赤素谷心里暖暖的。赤素谷看着眼前这个温柔的大姐姐，觉得像诗雨这么善良的人，肯定也是为了加入白虎族才来的。在这冷冰冰的宫殿里，赤素谷终于感受到了第一份来自同龄人的善意。送走了诗雨，赤素谷独自坐在门廊下，刚才那点热闹一下子全散了，他忍不住开始琢磨，白世恩之前说的那个暂时到底会持续到什么时候。赤素谷心里很清楚，这地方终究不属于他，既然房间的主人快回来了，那他也该收拾收拾，准备离开白虎宫了。可离开了这里，他一个无依无靠的小女孩又能去哪儿呢？这就奇怪了。白嘉贤站在窗边直犯嘀咕，按理说这个时间赤素谷应该就在这附近转悠才对，怎么最近连个影子都见不着？为了引起他的注意，他甚至专门把石头擦得干干净净，就摆在最显眼的地方。不对劲，我干嘛要这么在意那个小丫头？明明还有一堆正事要处理，怎么满脑子都是她？就在他胡思乱想的时候，身后突然传来一声呼唤，少爷。银虎族那边发来了喝茶的邀请，白嘉贤正打算趁这个机会把其他几个族的领头人都见一面，结果话还没说完，他的注意力就被随从手里的东西吸引了。那是一块画着小狐狸的石头护身符，随从一脸显摆地说，这是那个小丫头亲手画了送给他的，说是能挡灾避祸。这下白嘉贤心里可不是滋味了，他居然给随从也画了一个，难道说他其实更喜欢这家伙？随从还没察觉到气氛不对，反倒开口问了一句，少爷，难道您没收到吗？白嘉贤冷哼一声，那种东西我早就有了，而且比你的更早。
随从接下来的话简直像是在白嘉贤的心口上补了一刀。他说赤素谷昨天捡了一大堆石头，画完之后见人就送，全府上下甚至连分家的客人都有份。白嘉贤原本还以为自己是特殊的，结果闹了半天，这礼物竟然是批发的，连领主和他收到的图案都一模一样。这下白嘉贤是真的破防了，他一句话也不想多听，黑着脸转身就走。随从在后面紧追不舍，还想替那个小丫头打个圆场，说她可能只是单纯忘了给您准备特别的。够了！白嘉贤头也不回的吼了一句，直接把随从关在了门外。白嘉贤这会儿正在气头上，一见着赤素谷那些伤人的话就脱口而出，他说自己根本不稀罕这种破石头，让他赶紧拿走。赤素谷整个人都愣住了，他怎么也没想到自己辛辛苦苦准备的礼物在他眼里竟然这么不堪。没等白嘉贤反应过来，他转过身撒腿就跑，一边跑还一边小声道歉，对不起，是我打扰了。看着那个跑远的背影，白嘉贤伸出的手僵在了半空，他心里比谁都清楚，刚才那些话根本不是他的真心话，这下彻底搞砸了。他站在原地半天都说不出话来。赤素谷心里一阵后怕，还好刚才偷听到了白嘉贤和随从的对话，不然自己又要惹他生气了。看来他是真的不喜欢那些破石头。赤素谷虽然有点失落，但他还是想在离开白虎宫之前亲手给白嘉贤做一个真正的护身符。可还没等他想好该送什么，远处突然传来一阵稚嫩的咆哮声，听着像是有人在吵架。赤素谷顺着声音看过去，只见两只小老虎正闹得不可开交，这突如其来的动静一下子打乱了他的思绪。这两只小老虎吵得正凶，阿郎嘴特别欠，嘲笑尤尔是个没人想要的傻瓜，还说谁稀罕跟他成为一家人。尤尔哪受过这种气，当场就吼了回去。眼看两边就要打起来了，赤素谷的声音突然从远处传来，谁啊？尤尔正烦着呢，心想是谁在关键时刻跑来捣乱，结果一回头，整只虎都愣住了。看清是赤素谷之后，尤尔刚才那股狠劲儿瞬间没了，他兴奋地大喊一声毛球，直接把吵架的事儿忘到了九霄云外。刚才还凶巴巴的小白虎，这会儿已经摇着尾巴扑了过去，这变脸速度简直比翻书还要快。阿朗在后面穷追不舍，一边追还一边大喊大叫，眼看就要撞上前面的赤素谷了。尤尔这下急了，他顾不上那么多，直接一个飞扑把赤素谷护在身下，三个人稀里糊涂摔成了一团。尤尔气得当场咆哮起来，质问对方是不是疯了，知不知道刚才差点伤到毛球。刚才还不可一世的阿朗，这下彻底蔫了，坐在地上半天不敢吭声，生怕自己真的闯了大祸。最后还是赤素谷站了出来，他拍了拍身上的土，笑着安慰大家说自己没事，这场闹剧才总算收了场。赤素谷这招温柔攻势，简直是这些小老虎的克星。他一把抱住那只棕色小虎，轻声安慰他别太往心里去。刚才还嚣张跋扈的小老虎，这下彻底哑火了。他嘴上说着谁稀罕你担心，可身体却诚实得很。还没等赤素谷再多说两句，阿朗就因为太害羞直接炸毛了，一边嚷嚷着你竟然敢抱我，一边头也不回的落荒而逃。尤尔在旁边看得直摇头，吐槽这家伙跑得比兔子还快，简直就是个胆小鬼。赤素谷心里突然冒出一个念头，从第一次见面开始，他就觉得阿朗身上有一种跟小少爷一模一样的感觉。尤尔这下彻底破防了，他万万没想到，在赤素谷眼里，自己竟然跟刚才那只纯老虎长得像，这对他来说简直是奇耻大辱。赤素谷看气氛不对，赶紧生硬的转移了话题。他凑过去打听，想知道嘉贤哥哥平时都喜欢什么。一提到哥哥，尤尔的脸色更臭了，他傲娇的哼了一声，抱怨哥哥当初把自己丢给师傅就不管了，谁要关心那个没良心的家伙喜欢什么。看着尤尔在那儿碎碎念，赤素谷心里也有数了，这小家伙明显是在生闷气呢。他小心翼翼的试探，问他是不是还在介意刚才那句话，结果尤尔直接把头扭到一边，这副闹别扭的小模样真是让人哭笑不得。看着尤尔在那儿生闷气，赤素谷心里简直乐开了花，这小模样实在太治愈了，他甚至想多看一会儿，根本舍不得去哄他。他一边憋着笑，一边继续追问二少爷的喜好，完全没注意到就在不远处的树后，一个神秘的身影正死死盯着他们。赤素谷没发现，但尤尔的直觉可不是摆设，他原本还在闹脾气，下一秒眼神瞬间就变了，喉咙里发出阵阵低吼。还没等赤素谷反应过来，尤尔已经像离弦的箭一样猛地转身扑向了树后。这突如其来的变故把赤素谷吓得尖叫出声，尤尔这一嗓子吼得气势十足，直接把树后的人扑倒在地。他一边龇牙咧嘴，一边质问对方为什么要偷看，结果定睛一看，被扑倒的竟然是诗雨。这下场面可就尴尬了，诗雨被这突如其来的虎扑搞得整个人都懵了。赤素谷见状赶紧冲上来，一把将尤尔给拎了起来，他无奈的教育尤尔说这样会把人给吓坏的。尤尔被拎在半空中，心里还觉得挺委屈，他小声嘀咕着，老虎之间平时不都是这么玩的吗？难道是因为对方没见过世面才会被自己吓到？赤素谷看他那副反省的样子，语气也软了下来，他知道尤尔不是诚心想伤人，但做错了就是做错了，必须得让这只傲娇的小老虎老老实实的去跟人家赔个礼道歉。尤尔这回倒是挺听话，老老实实的低头认了错。诗雨也没打算跟他计较，反而大方的表示自己并无大碍。原来诗雨刚才只是路过，刚好听见他们在讨论白嘉贤的喜好。赤素谷也没藏着掖着，直说自己想亲手做个护身符送给二少爷，可惜对方似乎对石头不感兴趣。一听说赤素谷还要给哥哥送礼，尤尔这下
彻底坐不住了。他在赤素谷怀里拼命挣扎，大喊着那个没良心的哥哥根本不配，让赤素谷干脆别理他。看着尤尔这副打翻了醋坛子的模样，赤素谷只能无奈的笑笑，而一旁的诗雨却陷入了沉思。关于白嘉贤真正喜欢的东西，他心里似乎已经有了答案。诗雨提议送一种叫天空花的神奇花朵，这种花只长在虎灵山的半山腰，非常罕见，而且白嘉贤平时最喜欢插花，送这个绝对能送到他心坎里。赤素谷听完简直像抓住了救命稻草，他之前完全没往这方面想，赶紧谢过诗雨提供的情报，可诗雨却有点担心，毕竟那可是荒郊野岭，难道赤素谷真的打算亲自去爬山吗？赤素谷虽然心里也没底，但为了这份礼物，他决定去求长辈们准许自己出府。尤尔一听说要去虎灵山，立马兴奋地蹦了起来，他拍着胸脯保证自己最认路，拉着赤素谷就要去求长辈准许。就在两人准备出发的时候，诗雨突然叫住了赤素谷，他拿出一个精致的香囊，说是为了感谢赤素谷之前的护身符特意准备的回礼。赤素谷看着手里漂亮的香囊，心里暖洋洋的，还没等他多道几声谢，远处的尤尔就开始大声催促了。这一趟寻花之旅还没开始就充满了惊喜，赤素谷赶紧小跑着跟了上去。诗雨轻声告别，目送着赤素谷离开，随着那声下次再见，热闹的院子一下子安静了下来。微风吹过，带起了一阵落叶。诗雨独自站在原地，看着赤素谷远去的方向，他脸上的笑意渐渐消失，取而代之的是一种说不清的情绪。有些往事正一点点浮出水面。两个小家伙睡得正香，完全不知道外面的风起云涌。白嘉贤揉着眼睛喊了一声父亲，白世恩在一旁笑着说，嘉贤今天起这么早啊？看着父亲要走，白嘉贤心里满是不舍，这一去恐怕要到深夜才能回来。白世恩摸了摸他的头说，别担心，我很快就回来，我和你思燕哥哥不在的时候，白虎宫就交给你守着了。白嘉贤挺起小胸脯保证，放心吧父亲，我一定会守好这里的。贺在英在一旁感慨，白嘉贤少爷只有跟您在一起才是最开心的。白世恩却笑着摇了摇头，我看未必，最近他心思全在那个小丫头身上。贺在英听愣了，您是说白嘉贤少爷？可明明小少爷才更缠着素谷小姐啊。白世恩看着远方，语气里透着看穿一切的淡定，有些事只有当爹的才能看出来，我这个二儿子表面上看着冷冰冰的，其实心思比谁都细，只要那丫头在场，他虽然在那端着架子，其实眼神一刻都没离开过他。看着白嘉贤那副想靠近又故意装作不在乎的样子，父亲心里已经有了答案，如果是那个小丫头的话，或许真的能融化白嘉贤心里那座坚硬的冰山。月色下，白世恩露出了欣慰的微笑，看来白虎宫的未来要因为这个女孩的出现彻底变天了。赤素谷看着眼前的一切，忍不住惊呼出声，这也太漂亮了吧。浩言笑着递过一个包裹，这是我特意为你准备的特制便当，饿了千万记得要吃。打开一看，里面的饭团竟然被捏成了小老虎，可爱的让人根本舍不得下嘴。赤素谷都看呆了，竟然还有这种惊喜，这份沉甸甸的心意让原本紧张的气氛一下子变得暖和了起来。浩言抱着赤素谷根本舍不得撒手，嘴里一直念叨着，我不在你身边可怎么办啊。原来按照规矩，山神祭之前各族都要派人巡视领地，青狼族的南顺已经准备出发了。浩言本该代表红狐族一起去，可他得留下来守着白虎宫，实在没法陪在赤素谷身边。看着浩言急得都想改日子了，南顺在一旁无奈的叹了口气，他这是怕你太辛苦，虽然心里有1万个不放心，但规矩就是规矩。南顺拿出了自己最珍贵的宝贝，那是青狼族的秘宝风之珠，他亲手给赤素谷戴在了脖子上，这珠子可不一般，它能保佑你这一路走得稳当，让你的双腿充满力气。赤素谷有些不敢接，这么贵重的东西真的要借给我吗？南顺温柔地笑了笑，当然了，就当是之前那个石符的回礼，有了这颗风之珠的守护，接下来的路赤素谷总算能走得踏实些了。浩言还是不放心，一遍又一遍地叮嘱要注意安全。赤素谷倒是信心满满，保证太阳下山前一定回来。就在这时，尤尔风风火火地跑了进来，大声打着招呼，问大家是不是都准备好了。随行的苏瑞也赶紧行礼，今天这趟差事就由他来负责护送小姐。南顺拉着苏瑞交代个不停，要是小姐累了，你可得立刻背着她走。苏瑞拍着胸脯答应得干脆，放心吧，保证把小姐照顾得妥妥当当。那我们出发了。3个人兴高采烈的告别，正式踏上了巡视领地的路。进山走了一段路后，苏瑞细心的回过头问，小姐您的腿疼不疼？赤素谷笑着摇了摇头，一点都不疼，多亏了南顺大人给的那颗宝石，走起路来特别轻松。苏瑞听完总算松了口气，看来这件秘宝确实管用。尤尔变身成小老虎，在草地上撒了欢的跑，苏瑞在后面笑着解释，少爷太久没出来玩了，这会儿正兴奋着呢。小老虎一边跑一边回头喊，毛球快跟上，前面有好多漂亮的花。穿过树林，眼前的景象让赤素谷停下了脚步，漫山遍野全是盛开的鲜花，简直像画一样。赤素谷正看得入神，突然指着不远处喊道，快看，那边好像有什么东西。赤素谷拿着图纸仔细对比，终于在花丛里找到了那一朵，这肯定就是传说中的天空花。他兴奋地凑过去问尤尔，少爷快看，您觉得这是我们要找的那朵吗？谁能想到尤尔根本没打算研究，张开嘴咔嚓一下就把花给吞了。这下赤素谷和苏瑞全看傻了，那可是好不容易找到的宝贝，居然就这么给吃了。尤尔吧唧吧唧嘴，似乎还在回味，这个味道好像有点不太对劲。
尤尔刚把花吞进肚子，赤素谷就在旁边有了新发现。他小心翼翼地捧起一株蓝色的花，这才是真正的天空花。苏瑞忍不住夸奖道：“毛球，你可真厉害，不像某些人，一看到花就只知道吃。”尤尔一听就不乐意了，瞪着眼问苏瑞在说谁。三个人正闹得欢，完全没注意到身后的树丛里一双发红的眼睛正死死地盯着他们。原本还在开心心的采花，赤素谷却突然停了下来。他猛地回头看向身后的树林，大声质问：“是谁躲在那儿？”可四周除了风吹叶子的声音，什么动静都没有。苏瑞和尤尔也一脸茫然，完全不知道发生了什么。赤素谷心里直犯嘀咕，刚才那种被盯着的感觉太真实了，难道真的是自己想多了？他看着寂静的森林，忍不住开始怀疑，这难道只是虚惊一场的错觉吗？尤尔这下彻底破防了，堂堂白虎族的三公子，居然被戴上了一个土掉渣的花环，他气得直嚷嚷这太丢人了。赤素谷却在一旁笑开了花，谁让你刚才跑输了呢？愿赌服输，这就是给输家的惩罚。尤尔虽然嘴上不服气，但还是老老实实趴在地上数数。赤素谷趁机提着裙子跑远了。新一轮的捉迷藏正式开始，1、2、3，尤尔的声音在森林里回荡，他还没意识到真正的危险正躲在暗处数着时间。尤尔的数数声还在继续，赤素谷却突然发现苏瑞不太对劲，他整个人蜷缩在树后，双手死死捂着肚子，看起来情况非常糟糕。赤素谷赶紧上前询问，劝他实在不行就先回去休息。可苏瑞却咬牙摇了摇头，他心里只有一个念头，这是小姐第一次出门，绝对不能因为自己就扫了大家的心。他还在努力强撑着，可身体的异样似乎已经快要瞒不住了。苏瑞实在是憋不住了，他交代完让赤素谷留在原地，就伴随着一阵白烟，直接变回了巨大的蓝色圆形。这速度简直快得离谱，还没等赤素谷反应过来，苏瑞已经一溜烟跑没影了，只留下一地被风卷起的落叶。看样子他是真的急着回宫救急。赤素谷在原地愣了半天，这才想起正事，尤尔还在林子里等着呢。他独自一人往森林深处走去，却没注意到身后的树影里似乎有什么东西正在慢慢靠近。森林里的气氛突然变了，几只红着眼的饿狼不知什么时候已经包围了赤素谷，他们流着口水，露出獠牙，显然已经饿到了极点。赤素谷整个人都懵了，白石恩明明亲口保证过，这山里的野兽绝不会攻击人。随着领头的饿狼一声怒吼，赤素谷终于反应过来，现在根本不是纠结原因的时候，再不跑就真的没命了。赤素谷这下是真的吓傻了，四周的狼嚎声越来越近，他只能死死攥着衣角，无助的僵在原地。赤素谷心里却乱成了一锅粥，他想去找尤尔，又怕把这群饿狼引向尤尔。就在这进退两难的时候，他突然想起了怀里的宝贝，那是南顺给他的风蜘蛛。赤素谷拼了命地往林子深处跑，他觉得只要速度够快，就能甩掉身后那些畜生。可他还是低估了狼群的速度，这些红了眼的怪物眨眼间就追到了脚后跟。坏了，这下是真的没路跑了。看着眼前这块大石头，赤素谷打算赌一把，只要能爬上去，这群畜生就拿他没办法了。他赶紧催动怀里的风蜘蛛，借着这股神奇的力量，手脚并用地翻上了岩石顶端。看着底下的狼群，只能干瞪眼。他总算松了一口气，觉得这下总该安全了吧。可还没等他把气喘匀，远处出现的景象又让他整个人愣住了。这是而透着一股子邪气，刚才还凶神恶煞的狼群，现在竟然一个个缩着脖子往后退，看样子是被什么东西给吓破胆了。赤素谷还没琢磨明白是怎么回事，脚底下的地面突然剧烈晃动起来，这动静大得根本站不住脚。还没等他稳住重心，整个人就直接失去了平衡。这哪是什么石头啊？赤素谷定睛一看，整个人都被吓傻了。眼前这个庞然大物，竟然是一只活生生的魔兽，巨大的阴影直接把他给吞没了。他心里拼命喊着快跑，可腿就像灌了铅一样，怎么使劲都动弹不得。这下是真的死定了。就在赤素谷以为自己要没命的时候，眼前这个巨大的怪物竟然开始像烂泥一样不停的收缩，直接让他当场看傻了眼。刚才还凶神恶煞的大家伙，摇身一变，竟然成了一只圆滚滚的小黑鸟。这画风转得也太快了，他怎么也没法把这小东西跟刚才那个恐怖的魔兽联系在一起。这只鸟绝对不简单，它竟然能幻化出赤素谷的样子，简直就像是在照镜子。可这还没完，那团黑色的影子又开始蠕动，看样子又在整什么新幺蛾子。就在他眼皮子底下，这团黑影迅速膨胀重组，转眼间竟然变成了一只威风凛凛的小老虎，脚上还系着那条熟悉的蓝色布条。看着这只小老虎一步步走近，赤素谷的心都提到了嗓子眼。谁知道他接下来会干什么？可没想到，这小家伙竟然歪着脑袋对着他发出了软萌的叫声。还没等他反应过来，这只小老虎直接当场躺平，四脚朝天地露出了肚皮，这副撒娇讨好的模样，哪还有半点刚才魔兽的影子？闹了半天，这小家伙竟然是在向他示好。赤素谷这才松了一口气，他蹲下身子，有些不好意思的向他道歉。原来是自己把救命恩人当成了怪物。直到看见草地上那一串串野兽的脚印，他才彻底反应过来，原来刚才那场吓人的对峙，全是因为这小家伙在拼命护着他，不让林子里的野兽靠近。这让赤素谷心里一阵暖流涌过。赤素谷正忙着跟小老虎道谢，他心里直犯嘀咕，这个看起来人畜无害的小家伙，难道就是刚才那个神秘的监视者？赤素谷自己也想不通，这小家伙到底有什么特殊力量，竟然能把他的样子模仿得一模一样。
可他不知道，这种诡异的能力竟然牵扯到了8年前的一场竞技交易。那时候，黑龟族与邪恶联手，从北方释放出了无数恐怖的怪物，也就是现在人人谈之色变的魔兽。当年黑龟族首领放出魔兽，整个大陆瞬间乱成了一锅粥，到处都是战火和哀嚎。为了平息这场灾难，帝国召集了各大家族的精英，就连白世恩也跟着上了战场。赤素谷从小就听大人们说，魔兽是极其危险，必须除掉的怪物，这还是他第一次亲眼见到活的。可看着眼前这个撒娇的小家伙，他心里泛起了嘀咕，这哪里像是传说中那种杀人不眨眼的恐怖魔兽啊！看着这双清澈的大眼睛，赤素谷彻底放下了戒心，他主动报上姓名，想知道这小家伙怎么会独自在这儿。可聊着聊着，他心里突然泛起一阵酸楚，因为他在小老虎身上看到了自己的影子。他太清楚那种被当成异类的滋味了。如果这小家伙继续留在这儿，肯定会被那些自诩正义的人当成邪恶的魔兽给处理掉。为了不让悲剧重演，他必须得做点什么。谁能想到，这只小老虎竟然当场露了一手，他在地上歪歪扭扭地写下了2个字：瑞鱼。赤素谷这下彻底惊呆了，原来他不仅听得懂人话，竟然还有自己的名字。2个孤独的小家伙就这样成了无话不谈的好朋友。可还没等赤素谷高兴太久，他突然意识到一个严重的问题：太阳马上就要下山了，要是没能按时赶回家，他这次恐怕真的要挨骂了。谁能想到，一向稳重的白嘉贤竟然认错了人，对着眼前的诗雨脱口而出就是赤素谷的名字。这场面别提多尴尬了。诗雨赶紧小声解释，说自己只是长得像，并不是他心里惦记的那个人。白嘉贤虽然脸上还挂着笑，可说出来的话却突然变了味。他提醒诗雨要注意分寸，别让人误会他有什么非分之想。这哪里是在教礼仪，分明是在警告对方离那个房间远一点。白嘉贤这会儿心里直打鼓，看着茶杯里的倒影，他觉得自己刚才的话确实说中了，也许该对他更温柔一点。可就在这时，他突然发现哪里不对劲。按照往常的习惯，那个人现在应该就在附近才对，怎么一整天都没见到人影？白嘉贤猛地站起身，心里闪过一个最坏的念头：坏了，他该不会因为我那几句话就彻底离开白虎宫了吧？侍从紧跟在后面问：少爷，您怎么突然这么焦急？白嘉贤根本停不下来，到处都找不着他，他到底去哪了？侍从反应过来：您是在找那个小毛球吗？白嘉贤急得不行，平时这个点他早该出来散步了，结果今天整整1天都没见到人。侍从也察觉到了，仔细想想，今天确实安静的有点反常了。白嘉贤越想越不对劲，不管是早上的散步时间，还是下午的玩耍时间，他全都没有出现。他直接推门闯了进去。浩言被吓了一跳：小少爷，您怎么突然过来了？白嘉贤开门见山地问：赤素谷在哪？浩言如实回答：小姐白天去虎灵山远足了，可是到现在都还没回来。浩言还在自我安慰，那座山并不危险，而且还有苏瑞跟着，小姐应该不会出事。话还没说完，苏瑞竟然一个人垂头丧气的回来了。浩言吓得大喊：你怎么在这？小姐和尤尔呢？苏瑞支支吾吾的解释：刚才突然肚子疼得厉害，想着他们2个会互相照应，就先下山歇了一会儿。白嘉贤一听，整个人都炸了：什么？你竟然把他们2个单独留在山上？侍从和浩言在后面拼命追。少爷，您慢点。侍从还在旁边劝：我知道您担心小毛球，但您真的有点紧张过度了。那不是尤尔吗？他好像终于下山了。浩言定睛一看，心瞬间凉了半截，怎么只有他一个人？小姐去哪了？尤尔看到白嘉贤，第一句话竟然是：哥哥，你见到小毛球了吗？白嘉贤整个人都僵住了，你们不是一起上山的吗？你怎么反倒问起我来了？这下彻底乱套了，原本该在一起的2个人竟然在山上走散了。尤尔带着哭腔开口：哥哥，我该怎么办？我好像把小毛球弄丢了。原来他们当时在玩捉迷藏，尤尔躲起来之后竟然迷迷糊糊睡熟了，等他醒来，山上早就没了赤素谷的影子。他以为赤素谷已经先回去了，所以才一个人下了山。白嘉贤听完气得大喊：你居然把他一个人丢在哪？你这个笨蛋！尤尔被骂得不敢抬头，白嘉贤却根本停不下来。现在哭有什么用？要是他出了事，你后悔都来不及。尤尔整个人都陷入了自责，都是因为他。小毛球现在生死不明。白嘉贤一言不发，浩言还在旁边拼命安慰：少爷，您别太担心，小姐一定会没事的。侍从也跟着搭腔：这山里的野兽一向温顺，赤素谷可能只是迷路了，只要咱们现在去找，肯定能把人带回来。可白嘉贤心里清楚，事情根本没那么简单。作为白虎一脉，他竟然完全闻不到赤素谷的气味，这太不正常了。山林里干干净净，连一丝痕迹都没留下，看来是有什么东西在搞鬼，故意挡住了他的感官，不想让他找到赤素谷。就在众人还在犹豫的时候，白嘉贤已经等不及了，伴随着一阵耀眼的强光，他竟然直接现出了原形。浩言和侍从都看傻了：少爷，您这是要干什么？巨大的白虎低声下令：天已经黑了，剩下的路我一个人走，你们现在立刻回宫里去。没等大家反应过来，他已经纵身跃入黑暗。看来为了找回赤素谷，白嘉贤这次是要彻底动真格了。赤素谷一个人躲在大树下，心里还抱着最后一丝希望。他记得尤尔曾经说过，老虎的鼻子灵得很，不管离多远都能顺着味儿找过来。可天越来越黑，山里也越来越冷，赤素谷冻得直打喷嚏。他开始觉得这山实在太大了，尤尔可能根本找不到这里。就在这时，他突然发现了掉在身边的香囊，那是诗雨送给他的宝贝，可现在竟然已经衰裂了。赤素谷一下子愣住了，难怪哥哥他们一直没找来，原来是这个香囊出了问题。
这下麻烦大了，没了香囊的指引，他真的要被困死在这荒山野岭了吗？就在赤素谷最无助的时候，看着身边的小黑虎，他冻得瑟瑟发抖的样子，赤素谷赶紧把他搂进怀里。你也觉得冷吧？别怕，我抱着你，咱们一起取暖。小家伙原本还挺享受这阵温暖，可还没等赤素谷缓过劲儿来，他像是突然察觉到了什么，猛地从他怀里跳了出去。赤素谷还没反应过来是怎么回事，小黑虎已经死死盯着森林深处，真是屋漏偏逢连夜雨，森林里竟然在这个时候下起了雨。赤素谷无处躲藏，只能眼睁睁看着雨点落下来。就在他最发愁的时候，刚才跑开的小黑虎又折了回来，嘴里还费劲地叼着一片巨大的叶子。赤素谷都看愣了，这小家伙难道是特意跑去给他找雨伞了？看着小黑虎把叶子盖在自己头上的样子，赤素谷心里那块大石头总算是稍微放下了点。在这冷冰冰的荒山野岭，这片叶子恐怕是他现在唯一的依靠了。看着小黑虎把大叶子披在自己肩上，赤素谷这才反应过来，原来这小家伙是怕他冻着，才特意跑去带了这件披风回来。他摸着叶子轻声问，你是担心我冷吗？谢谢你啊。在这黑漆漆的林子里，赤素谷第一次露出了笑容。他看着眼前这个小小的身影，心里突然觉得没那么怕了。幸好还有你陪着我，要不然我一个人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了。这沉重的脚步声一下一下，简直像是踩在人的心尖上。赤素谷躲在大树后面，心里不停的打鼓，难道又是刚才那种野兽追过来了？还没等他看清对方的影子，地面竟然被震出了裂纹。这怪物的力气恐怕比想象中还要恐怖。就在这节骨眼上，一直温顺的小黑虎突然变了脸。他猛地跳到赤素谷身前，对着黑暗处发出一声震天动地的咆哮。这脚步声听着不对劲，轻快又有节奏，完全不像是野兽发出来的。赤素谷心里咯噔一下，这分明是人的脚步声，难道是白虎宫的人发现他失踪，特意赶过来救他了？就在他准备呼救的时候，一个念头突然闪过，万一来的不是救兵呢？怕什么来什么。黑暗中出现的竟然是个蒙面持剑的男人，这下彻底完了。对方手里的长剑已经出鞘，这荒郊野外的谁能救得了他？就在长剑落下的那一刻，赤素谷绝望地闭上了眼，心里只有一个念头，我还不想死。可预想中的疼痛并没有到来，耳边反而传来了一声急促又熟悉的呼唤，这声音简直像是从天而降的救命稻草。赤素谷猛地睁开眼，还没等他反应过来，一个身影已经冲到跟前，不由分说地将他整个人死死护在了怀里。赤素谷愣愣地抬起头，看着眼前这个熟悉的身影，二少爷。白嘉贤就这样紧紧抱住赤素谷，虽然他平时看起来那么高冷，但这一刻赤素谷能感觉到他内心的不安。这种时候，赤素谷完全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。白嘉贤低声道歉说，对不起，刚才突然不见，一定把你吓坏了吧。他明明自己还没缓过来，却先忙着安慰赤素谷。白嘉贤突然情绪失控，他紧紧抓着赤素谷的手，手心冰凉的让人心疼。他自责地说，我真的很担心你，一想到你一个人在山里走丢，而我却像个傻瓜一样找不到你，我就快疯了。白嘉贤低着头不断道歉，对不起，是我来得太晚了。白嘉贤二话不说，直接把赤素谷背在了身上。在这黑漆漆的林子里，他一步步走得特别稳。赤素谷小声嘀咕着，少爷，我真的没事。白嘉贤却语气坚定地说，外面这么黑，万一你摔着了怎么办？靠在白嘉贤宽阔的背上，赤素谷只觉得心里暖洋洋的，特别踏实。赤素谷突然想起了一个人，这种踏实的感觉简直和世恩大人一模一样。白嘉贤一边走一边解释说，抱歉来晚了，刚才为了破开那个奇怪的结界，确实费了不少功夫。就在这时，他突然停下脚步，盯着脚边的小老虎问，原来你这家伙从刚才开始就一直跟着我们吗？白嘉贤盯着脚边的小老虎，心里直犯嘀咕，难道刚才那个麻烦的结界就是这小家伙搞出来的？赤素谷见状赶紧摆手解释，少爷，他真的不是坏人，刚才要不是他出手救我，我就被野兽给叼走了。白嘉贤眉头一皱，你是说虎灵山的野兽袭击了你？赤素谷点点头，开始讲起刚才那段惊心动魄的遭遇。赤素谷趴在白嘉贤背上，心里一直打鼓，觉得自己没听话乱跑，少爷这回肯定要生气了。可白嘉贤开口的第一句话竟然是问他有没有哪里受伤，有没有被野兽咬到。赤素谷愣了一下，赶紧解释说，多亏了诗雨小姐的宝贝，我才平安逃出来的。白嘉贤听完只是温柔地安慰他，刚才一定吓坏了吧。趴在白嘉贤背上的赤素谷突然发现他衣服上有好几处破损，难道他是为了找自己才受伤的吗？白嘉贤并没有察觉到他的心思，反而主动提起了昨天的事。就在这时，他发现那只蓝色小老虎还跟在后头。既然赤素谷说他没恶意，白嘉贤也懒得再赶他走，就让这小家伙先跟着吧。白嘉贤突然开启了碎碎念模式，拼命解释说他从来没想过要扔掉那个护身符，甚至还给原来的小石头找了个伴。赤素谷听得一愣一愣的，小声问了一句，原来你一直都留着吗？这话一出，白嘉贤整个人都慌了，语无伦次的解释自己当年有多无知，生怕赤素谷再误会下去。可说着说着，他突然停了下来，低声说了句对不起，承认刚才那些话全是在找借口。白嘉贤一边走一边反省，说自己之前不该那么冷淡，更不该说那些伤人的话。他甚至小心翼翼地问赤素谷以后能不能原谅他。赤素谷听完笑了笑说，昨天确实有点难过，但现在已经完全不生气了，因为少爷能这样跑来救他，他心里只有感激。这一句谢谢让白嘉贤彻底愣住了。白嘉贤笑着给出了承诺，说以后只要赤素谷需要，
他会比这次跑得更快。就在快到家门口的时候，他突然停下脚步，试探着问赤素谷：“以后能不能别再叫他少爷，改口叫他哥哥？”可还没等赤素谷回答，他们已经回到了宅邸。白嘉贤看着眼前的大门，沉声喊了一句：“父亲。”白世恩对白嘉贤的表现非常满意，夸他在自己不在的时候把家里守护得很好。看着白嘉贤背上的赤素谷，白世恩伸手想把孩子接过去，好让白嘉贤能休息一下。可就在这时，睡梦中的赤素谷迷糊糊喊了一声：“白嘉贤哥哥！”听到这一声称呼，白嘉贤直接拒绝了父亲的帮忙，他要亲自把赤素谷送回房间。看着白嘉贤坚持要亲自照顾赤素谷，白世恩露出了欣慰的笑。看来他不在的这段时间，这两个孩子的关系亲近了不少。可还没等他高兴太久，目光突然被角落里的身影吸引，他脸上的笑意瞬间消失。那个人为什么在这里？小黑虎趁着没人注意，正悄悄地溜走。可他不知道，有一双眼睛正死死盯着他。躲在门后的诗雨满心疑惑，这小家伙根本不是老虎，到底是什么来头？原本诗雨以为其他竞争者都没什么威胁，自己肯定能掌控西厢房。可是素谷的出现，让他感到了前所未有的危机。诗雨怎么也没想到，那个看起来没用的家伙竟然成了他最大的绊脚石。如果大人真的收养了那个孩子，那他梦寐以求的地位可就全都要泡汤了。就在他心乱如麻的时候，身后突然传来一个声音：“看来事情并没有如你所愿啊。”诗雨见到的这个蒙面人，竟然就是整件事的幕后主使。对方的一句话让他脊背发凉，原来那些猛兽根本不会主动伤人。诗雨吓得赶紧关紧房门，他气急败坏地质问对方：“明明说好靠那个香囊就能除掉眼中钉，结果现在局面完全失控了。”可蒙面人却表现得异常冷静，只说了一句：“看来是出现了意料之外的变数。”诗雨现在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，他眼睁睁看着白虎宫的人全都围着那个孩子转，要是对方真的被收养了，那他这辈子就彻底没戏了。可蒙面人却一脸淡定地告诉他，根本没必要担心，因为那种事绝对不会发生。紧接着对方抛出了一个诱饵：“我刚好知道那个孩子的弱点。”听到这句话，诗雨原本绝望的心思又活络了起来。